韩先生，鉴于您的学历和工作经验不太符合现在的岗位，不过您是杜总的老朋友，交代了有合适的位置呢，会帮您留意的。是吗？未来啊，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一定与您联系。我还有点事儿，先忙一下啊，您请自便啊。不好意思，还让您跑一趟，需要我帮您叫个车吗？不了，谢谢。我听说他跟杜总是一个高中的，最后上了个野鸡大学，还被女朋友设局骗光了积蓄。哎呀，就这鬼样子，怎么好意思让杜总帮忙的？也就咱杜总念旧，我要自己没本事啊，可没脸来求人。最后的机会也没了，照顾、帮助，也就是逢场作戏罢了。一个失败的成年人，过着狗屎一般的人生。或许结束了也好。停电了，人都去哪儿了？消费系统向您报到，新手礼包开启。什么？消耗此前累积的全部消费值，可以满足您一个愿望，请许愿。啊？如果这是真的，我想回到过去，想重来一次，成为人生赢家。火车？我怎么变年轻了？难不成是穿越了吗？我去，怎么会是陈妍霏？你跟我说话吗？没有，我只是想问问我们到哪里了？我们高中的女神怎么会坐在我对面呢？莫非是那一天，2013年8月30日。美女，还记得我吗？我们是一个高中的吧？对，你也是去大学报到的吧？是啊。可惜你走错路了。走错？这班车不是到嘉兴吗？我的意思是，你走到了我的心里。神经，这人有病吧？你说我们的相遇是不是一种缘？潘少豪，有痴汉了！你给老子赶紧滚！以前尴尬的模样简直不堪回首。10多年前我怎么是那个样子的？先吃个泡面压压惊。泡个破面嘚瑟什么？潘家大少爷还真是一如既往，换成以前的我，估计是要怼回去的。但我已经今非昔比了。B， 许愿功能永久关闭。消费系统正式启用。这是什么玩意儿？不会给我送什么神器吧？18岁的我好土，一看就住孤生。提示：通过消费获得经验，可以升级任何属性与技能。这简单粗糙的规则不错啊。等等，我等级1的驾驶，为什么会有等级3的车技啊？是这种车技，赚钱消费升级。如果能把各项属性都升级到 LV5，我将成为顶级的存在。在此之前，我也是芸芸众生极其普通的一员，但现在我终将摆脱我们，超越你们，成为第3种人，他们。兄弟，你泡好了没啊？花钱当然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没钱可花得想想第1桶金到底怎么能赚来。小妍，我带你去餐车吃高级的午餐吧。我吃泡面。阿姨可没批准我带你吃这些东西啊。我是我，你是你，我妈是我妈，你少管那么多。你小子刚才笑了吧？没有啊。我是他青梅竹马，我做什么轮不到你这穷 baby 来笑。你能不能让我好好吃个面？起开，我要去餐车买零食。妍霏，
别生气。每一次不合时宜的舔狗行为，都是在给你的对手做助攻。潘少怕不是要走我的老路喽？唉，去晚了，小零食都卖完了。哦，如果你不介意，我这里还有一包鸭腿。啊？多少钱？我跟你买。2块5，原价，童叟无欺。我没零钱，3块钱不用找了。那多不好意思啊！啊，不嫌弃的话，这半个橘子请你吃吧。太好了，没想到你准备的这么周到。都是吃货。天，他笑起来真好看。老子有钱！你要是想吃，我餐车都给你买下来。可你竟然接受这窝囊废吃过的橘子！你不要这么没礼貌。这货买个破鸭腿就是周到，我带你去餐车你又不肯。潘少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少管我的事情，丫头真我们不合适。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了。你去哪儿？我去丢垃圾。起来！你干什么？哼，都是你的错，四眼穷鬼！哼，给我滚！没想到18岁的身体这么弱。不过，潘少，我还发愁我的第1桶金哪儿来呢？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啊！医生，他怎么样了？瞳孔对光反射的反应完全消失啊，深度昏迷状态，搞不好是脑部受到了重创，情况非常不乐观。下一站是哪里？得抓紧把孩子送医院去。这龟孙下手还真不客气啊，真是疼死老子了！少废话，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被摆脸色？废物，这厮和上辈子一样，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你说什么？我说，废物，玩狠的是吧？我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做真的狠。如果没有你的助攻，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陈妍霏打交道。真是谢谢你了。打人了！程景在哪里？老子今天揍不死你！别打了，滚开！潘少航，你在干什么？快住手！妍霏，你听我说，你这个家伙，loser。同学，你没事吧？医生呢？车上有医生吗？这里有人受伤。别担心，我没事。医生！叔叔，是他先开口嘲讽我。胡说！程部长，我全程都看着呢。那个打人的小伙泡妹，妹子不乐意就吵起来了。后来妹子去扔垃圾，他突然就对这孩子动手了。我也看到了，那被打的小哥甚至都没还手。都是我不好，害得他被牵连了进来。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是我先动手没错，但是他故意嘲讽我。够了，事实都摆出来了，打人的时候怎么就不会想想有什么后果？别以为家里有点钱就能随便欺负人。要是这孩子出了事儿，跑不了你的责任，你这是违法，是要坐牢的，知道吗？妍霏，你帮我说句话呀！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妍霏，对，给爸爸打电话，爸妈这么疼我，一定会想办法。宝贝儿子，你和妍妍到哪儿了？吃饭了没呀？好疼！同学，你怎么样？哪里疼？怎么流血了？同学，你还好吗？我没事。不愧是女神，这谁顶得住啊？吓死我了！马上就到站了，下了车我们一起去医院。
其实我还好，但你牙齿都没了一颗。掉颗牙算什么？如果只是擦破点皮，那我反倒还头疼呢。我说，这位同学，你突然动手，单方面施暴殴打，我要验伤，报案。潘少航这个疯子，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陌生人大打出手？这要是有个好歹，小心一点，别又摔了。麻烦你了，不愧是我们二中的女神，人美心善。你也是二中的，怪不得感觉你很眼熟。女神竟然对我还有印象，在下倍感殊荣。真是的，都被打成这样了还贫嘴。可提醒我了，回头要锻炼身体。虽然我自己扛揍，但至少得有能力保护身边的女孩子吧。我可是个硬汉，思想觉悟很高嘛。不过就目前情况看，你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疼！你轻点，我现在可是伤员。自作孽不可活。潘少航这熊孩子，这次怕是要被关个1-2天了。一颗牙就让这件事上升到了刑事事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希望这小子以后改这暴脾气吧。护士姐姐，我这是在天堂吗？这是特意给你安排的独立病房了，并且提供最好的药品和治疗，你就安心养病吧。辛苦护士姐姐了，潘公子真是破费了呀。这个经验是不是比一开始的时候多了一些？刚才坐车和垫付的诊费虽然不是我出的，但也被列为我的消费。那我这几天的住院费岂不是也会变成经验值？如果是这样，那就太爽了。我进来了。啊？怎么样，韩同学？咱换个称呼吧，一口一个韩同学，听着我老觉得别扭。也是，那就硬汉烈哥。你是不是故意打趣我？烈哥，我要伤心了。烈哥来，我把你眼镜带来了。谢谢啊。上辈子后来和这姑娘几乎没有交集，只听说她的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真好看啊，性格也很好。想来还真得谢谢潘少航那家伙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一会儿我爸他们就到了，咱俩加个联系方式吧。哦，哎，你用不用飞信？看来你是用的喽。申请发过去了。韩先生，我们进来了哦。这边请。爸爸，你没受伤吧？让爸爸看看。同学，对不起，我是潘少航的父亲，我对孩子疏于管教，我和孩子妈妈来给你道歉了。叔叔，我是小贝，您，嘿，别动！小同学，你带着伤不要乱动，万一更严重了，可如何是好啊？妈呀，真给人家孩子打坏了！道歉是应该的，我们家航航就是被我给惯坏了。韩同学，你可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我们会赔偿的。潘叔叔、潘阿姨，这件事也有我的错，他莫名其妙踹我，还打我，我气不过就骂了他一句废物。这一点的确是我不对。这样吧，你听听叔叔的想法，所有的赔偿叔叔都以最高额度来，作为和解费，小韩你看，80万赔偿可以吧？啊，80万？这能加多少属性啊？如果觉得少了还可以加。是啊是啊，不愧是大富豪，这老潘也太舍得为他儿子花钱了。潘叔叔，谢谢您。怪不得陈妍飞刚才一直跟我说要相信潘叔叔是个明事理的人，但是什么？这件事如果您用钱摆平，这只能证明您是一位负责任的好父亲，但是如果这种行为不纠正，就可能会不经意间毁掉他的一辈子。对，我回去就好好教育他，省得他以后又无法无天干出错事。我其实并不想要这笔钱，我是想让潘少航明白，他的恶劣行为会给家人造成重大损失。因为您的态度和诚意，我才会同意和解。可是如果还有下次，你也别怪我没提前知会。
我懂。等拘留结束了，叔叔马上就带着那个混小子来给你道歉。亲爱的，你轻点，先让人家小韩好好休息吧。抱歉，那小韩先休息，好好养着。叔叔不打扰你了啊。拜拜。老陈呐，真对不住，我家混小子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要是他以后还纠缠妍妍，我就给他送国外去。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咱们两家这么久的交情啊！不至于，这臭小子要是再来烦妍妍，我亲手揍他。大家都是马不停蹄赶过来，应该也累了，就先去忙正事吧。那我就先办事，回孟城后再联系啊。怎么了？潘少航真是的，莫名其妙，蛮不讲理。你没事就好，这潘家小少爷应该不会再来骚扰你。亏你妈之前还和他说路上好好照顾你呢。回头我一定要和妈妈说这事，但凡潘少航有韩烈一半的成熟和理智，都不至于闹成这样。看来你对那小子评价很高啊。你们才刚认识了1天吧？其实我们还挺有缘，他也是2中的呢。再说人家因为我才爱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挺好相处的。爸爸你觉得呢？很成熟。什么嘛，和没问一样。乖女儿啊，在你们这个年纪能够成熟到这种地步的男孩子，一般都是被生活环境逼出来的。这样的人比起个人感情，会更加在意是否成功。如果你问我他以后会不会有出息，我的答案是大概率会。能坚持，懂变通，心胸开阔，干脆果断，的确是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爸爸你对他的评价也不低嘛。啊，但是我要提醒你啊，和这样的男孩子交往可能会很累啊。对，乖女儿可千万别谈恋爱啊。放心吧爸爸，我对谈恋爱没兴趣的啦。别人花在我身上的钱都会成为经验值，看来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检查费、住院费，还有这2天小护士来换药的费用，都已经产生经验值入账了。潘叔说他还预缴了20万的治疗费用，不过得流程走完了才能拿到赔偿。目前能用的经验也就这么一点儿，能用这些干点啥呢？对了，脸上的伤不能动，牙齿也不能动，我把近视给悄悄治好，总不会被发现吧？大爷，你带孙子出来玩啊？这也太惨烈了，上辈子可没少因为近视出笑话。系统，就靠你了。好清晰。这就是我眼睛原来的样子吗？眼睛也被称为心灵的窗户，而某位大师曾经说过，一双漂亮的眼睛讲究的是结构上的层次感、质地上的通透性，以及色彩上的美学表达。没想到仅仅是修复了眼睛，对一个人的气质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颜值点数也增加了3点，看来属性之间可以相互影响。优先升级子项目，可以把所有经验最大利用化。谢谢你之前帮我说话，我现在在夫子庙，要给你带点吃的吗？太残忍了，我的牙齿都还没补上呢，你还不如带本书给我。怪我，这不是忘了你牙口不好吗？那我一会儿给你带本书过去。而且你也不用向我道谢，这件事本来就和你没关系。万一我做的太绝，他们把锅甩到你身上，来找你麻烦怎么办？梦城圈子就这么大点儿，在背后被嚼舌根也不会好受的。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虽然我喊你帮我带本书，但你带的这本是不是有点离谱啊？你不喜欢吗？我怀疑有人在内涵我，是谁我不说。走，你走，车费我给你报销，带着这本让我伤心的玩意儿好走不送。逗你的，给你买了本小说。我就知道严女侠如此仗义，必然不会辜负我的期望。哼，翻脸的速度真快。
侠女不敢当，叫我一声姐就好。女侠姐姐，小人卖艺不卖身呢。谁让你卖身？我是感觉你摘掉眼镜以后变帅了不少。这有什么？等我把伤养好了，还会变得更帅。你的意思是，其实你是个大帅哥，只不过颜值被眼镜封印了。Bingo！ 那你加油解除封印，我不打扰你了。明天出发前再来看你。啊，不听我多吹几句？明天吧，你组织下语言，明天跟我爸吹。咋还突然扯上咱爹了呢？对不起，不应该打你撒气，我太冲动了，没控制好情绪。韩磊同学，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希望你可以原谅我。我原谅你了，你有一对好父母，别再让他们为你操心了。可恶，好火大！和解书协议的内容请律师看了，老潘做事严谨，协议没有任何问题。除了80万的补偿金，这8万小红包是从那混小子生活费里扣的，算是他自己赔给你的。太感谢了，小韩放心，这种事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潘叔叔太客气了，算上医院账上的20万和其他补助，一共足足115万。现在钱已经有了，当务之急是要把基础属性先全部升到69。50万这个数字不上不下的，后期升级需要更多的钱。如果只是单纯的消费，那一点意义都没有。要不要把100多万全花光，直接在梦城全款买套小居室的学区房算了？不过那样的话，大学大概就得先吃1年的土了。小韩，我在。我们来看你啦，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啦？叔叔你好。哎，别，好好躺着就行。我和妍妍一会儿要去赶飞机了，走之前想来看看你，这里有叔叔的一点心意。小韩，你把这个收下吧。陈叔叔，这是……之前一直没机会开口，这件事说到底还是妍妍没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导致的。叔叔在这里给你也赔个不是。陈叔叔，这钱我不能收。潘少航发疯和陈妍霏有什么关系？从我的角度上看，陈妍霏也是个受害者，陈妍霏并没有错，您别怪她。就算是换了别人，我也还是这个态度。果真是英才出少年，叔叔明白了，等放假回梦城，你一定来家里做客。那就先谢谢叔叔了。对了，小韩成绩应该不错吧？如果学校和妍妍离得近，那叔叔可要麻烦你多照顾照顾她了。啥？我在上外，不过是上外人文学院，人文学院一般都是民办3本。三本？当年年少轻狂，以为成绩不能代表什么，所以走了一些歪路。成绩出来了才觉得后悔，后来痛定思痛，用了很久的时间沉淀自己，调整心态。既然成绩已经没得救，那只能在大学里再开始下一阶段的冲刺了。说得很对，过去无法改变，抓住未来才是最重要的。这次你拿到这么一大笔赔偿金，应该会去创业吧？短时间内我应该不会考虑创业，我打算先沉下心来学习锻炼。叔叔很看好你，再过几年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喽。叔叔您就算过个20年，也还是中流砥柱。而且陈妍霏被您教育得很好，以后一定会传承您的精神，变得更加出色。承你吉言喽，小韩。那你先好好养伤，我和妍妍先去赶飞机了。小韩，拜拜。一路平安。他也太可爱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开始。准备出院了？对，来加个好友。好呀。未来的几年，国家也是飞快发展，过2年房价就会暴涨，赶上这趟机会的人，基本都一夜暴富。我好久没这样坐过客车了吧？
40到60平米之间的小户型，建成时间不能超过20年，带学区户籍，有合适的我直接付全款。这套朝向不错，边上就是学校，和之前看的几套比起来，价格也实惠。就这套了，没想到价格比想象中还要便宜。我记得爸妈一直帮我存着一笔用来买房的首付金，把这2套房子租出去还月供，等房价最高点卖掉变现。烈烈勇敢飞，爸妈永相随。不过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这么重要的事，奢侈一点不过分吧？100多万的经验值，改头换面的时候到了。哼，换掉吧，我的牙齿！鉴于换牙整体消耗经验值超过当前级别，命令无法执行。原来如此，1级的上限是69，而换牙会让颜值的评分超过这个数字。看来得先升到2级，就先把属性和知识技能拉满。幸好买了房，不然这个100万消费就难办了。这股力量感，大脑变得清明起来了，思考的速度也更快了。我去，变体不停地往脑子里钻。等一下，早知道就一个一个来了。我还活着吗？今天是不是还有面试？对，我重生了。早知道就晚点再升级知识和技能了。怪不得老人都说一次不能吃太撑。好像不单单是思考的速度变快了。原来如此，人与人的差距不仅只是思维方式，还有知识储备。有些知识看似没用，但会成为构筑思维不可或缺的一环，两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和经验，我也将成为最顶层的精英。Hello， 是韩烈同学吗？还不来学校是打算复读吗？军训马上也要结束了，你的老师很关心你。没有，我的伤势真还没好，过2天稍微好点了，我马上来报到啊。您已满足所有升级条件，消费系统已升到2级。改变如下：优秀级别的属性加点功能已经解锁，随时可以使用经验加点。20万呢，单项加满就要200万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最高等级开放至4级，上限为4级999万9999经验。我去，升到4级只需要20万，但升到5级竟然要1000万。算了，升到5级想都不敢想。开启新功能，消费赠品。每一次花钱消费时，都有较低的概率获得与消费行为相关的赠品，赠品将直接存放在物品栏中。这说明能不能再敷衍一点？算了，到时候再看吧。比起这个，好高啊！是新生吗？上外人文学院，我回来了。上外人文学院，我回来了。鼻梁高一点，鼻翼缩一点，眼睛下来一点。好帅！哇哦！哼，不枉费我这么多经验捏脸。看脸的社会，捏脸也是必要投资。刘老师在吗？我是商学院金融班的韩烈，今天来报到了。韩烈是吧？你先过来坐。给您添麻烦了。住院几天好的差不多了，稍微有点脑震荡后遗症，这是住院报告。还真住院了呀？没事就好。证件都带了吗？我们先把手续办好，缴完费我带你去认认路。这刘胖子上辈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这货头脑简单，四肢不发达，很好应付。辛苦老师了。那个咱们班宿舍环境咋样啊？你分到的那间寝室挺热闹的。这样啊？医生特地告诉我要静养，受不了闹腾，这是一点老家特产。
我可以想办法给你申请一间私人寝，不过费用会贵一些。上辈子和5个疯子分到一个宿舍，差点把我折腾没了。这辈子我可不想再体验一次。贵点没关系，安静就好。行，那我给你皮条子。报到。很好，舍友喊我去吃饭，你也记得去吃饭哦，养得壮壮的。我现在不但养得壮壮的，还养得帅帅的。2套房子也租出去了，不知道能不能在寒假前先把颜值属性堆到79。变化这么大，该怎么和我妈解释呢？不管了，还剩4万多块钱，今天先去把生活用品买了。您的东西请拿好，欢迎再次光临。谢谢。我的手机呢？过2天抽空换部新手机吧。小罗，我记得他家里很困难，学费都是靠自己赚的。啊，这套书多少钱啊？这套168。你这2手书还按照原价卖啊？100，再送你1套杂志，这可是珍藏版的。你的珍藏美女杂志还是自己收好吧。您购买了一套人生宝典，触发消费赠品功能，获得1项额外赠品。啊，这是在暗示我多修身养性吗？一本平平无奇的经文，用心诵读全文，每个级别都可以增加1点智力属性。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升到天才级别后每提升1点属性，都是一笔巨大的经验花销。真是好东西啊！怎么了？老师来了。同学们静一下，咱们班最后一位同学到了，让我们的新同学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请鼓掌。上辈子因为不自信，自我介绍后被全班人嘲笑，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大家好，我叫韩烈，韩烈的韩，烈火的烈，老家在孟城。我因病住院，没能和大家一起参加军训，这是我的遗憾。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弥补。很荣幸能和大家成为同学。之所以学习金融，是因为我想要在这波澜壮阔的市场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成为一个俗气而又善良的有钱人。我知道这有些难，但我会以此为目标努力，希望在未来可以交到几个性格合拍、爱好一致的朋友。切，装什么呢？垂死王侯千金梦，不换少年一两风。这个同学还挺有文采的。希望我们都能对得起自己的少年时代。说得很棒。婷婷，你觉得他怎么样？最后我有2件事。第一件事，班长是哪位？待会儿辛苦来找我一下，我要补交班费。第2件事，班上有没有单身的小仙女喜欢我这一款的？我年纪小，没谈过恋爱，好骗又好撩。如果有意向，拉我进群后私聊，恕不接受公开调戏哦。装什么装？不就是长得帅了点儿？咱们班不就咱寝室还有位置吗？下午也没见到这人啊。就是。娄智和段小艺，没想到这辈子都不同寝了，这群家伙还能盯上我。不过我的目标可不是你们，麻烦班长来找我一下。来了。韩同学，来加我们群吧。用 QQ 吗？让一下。哼，韩烈，你好，我就是咱们班的班长，席路婷。席路婷，2件事：第一，找你收班费；第2，拉你进群。席路婷系3大女神之首，蝉联3届最美女神的称号。这妹子虽然长得漂亮，但我曾经被她坑到差点退学。班长学我说话。怎么？这你能讲2件事？说不定能交个朋友呢。可是班长，我那是3件事。进班级群和找对象，这2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班长，你没抓住重点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并不是我抓不住重点，而是我根本不关心你的第2件事？好吧，请问班费多少？班费200，气质变了，是同类。对了，如果有活动的话，会提前通知吗？当然，
会至少提前3天通知。帅哥，拉你进班级群啊！那就麻烦你们了。我叫余韵，老家在江南。余韵悠长，不错的名字。你的名字也很好听啊，不知道是干柴烈火的烈，还是3针9烈的烈啊？是我玩笑开过火了吗？韩烈，你手机是什么牌子啊？我好像没见过。山货大米。你这气质，怎么看都是家境优渥的小少爷吧？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感情吗？穷。你在逗我？你不爱理人就算了，谁稀罕？不是我不想理你，是我不想再体验一次被当饭票的感觉了。毕竟上辈子在他的鱼塘中就有我这条大冤种。哎呀，让你破费了！呸，400-500的礼物也好意思送给我？韩烈，你不喜欢余韵吗？她长得多漂亮啊！是啊，班长也很漂亮。刚认识，哪有喜不喜欢一说？班长当然漂亮，但不代表我非得盯着最漂亮的那个吧。再说了，我更注重心灵美和契合度。韩烈，你不等电梯吗？不用，我寝室楼层低，爬楼梯比较快。你们还有烟吗？给我拿一根。啊！你不进来就滚！杵在那里当门神呢！哎呀，能麻烦你从我的桌子上下去，然后把椅子扶起来吗？如果我说不呢？你的床是哪一张？睡你隔壁床，怎么？哦，那就好。这小兄弟可真有意思，笑死，还想找后账啊？啊！你小子！等等，哥，冷静！我看到这人刚才从包里掏出了一把羊角锤，羊角锤呀！正常人包里咋可能带这玩意儿？而且刚才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简直像看一个死人。忍一时风平浪静啊！你忘记当年有个马什么的案子了？这位哥在念叨什么呀？鞭挞、刑戮，他不会是想超度我们吧？要出去？那个这家伙的女朋友来了，喊我们出去聚一聚。有女朋友？哼，我是不是把这些孩子吓得太狠了？虽说有系统，但还是不能太依赖它。知识可以加点，思想不能；智力可以开挂，智慧不能。为了成长，我必须更加努力。你们说，韩烈会不会是那种名门出来的公子哥呀？同样都是商学院金融班的学生，人家住着国际交流学院的小寝，我们苦兮兮的挤电梯，怎么比嘛？你家不也很有钱啊？家里多少套房来着？不就是有几套房子吗？年轻的感觉真好。早上好呀。早上好。韩烈，听说你住在下层呀？你这是怎么弄到的名额？太厉害了吧！只是运气好，恰好有机会而已。商法老师有病吧？别的老师都不点名，就他屁事多，都给老子让让！没见过帅哥吗？一个个都跟个智障一样。烈哥，快让开！这群人我们可惹不起。是哪个不长眼的还不让？我去！完了！怎么是这群人？韩烈估计要倒霉了。大哥，大哥早上好啊！早上好。大哥，吃早餐了吗？今天回来睡吧。今天还是住外面陪女朋友。他们认识？不好意思啊，哥，就让小东北和丁丁先给你接风吧。哦，不着急。
不上来吗？大哥和大哥的朋友先让，我们人多，等下一趟。不愧是蔚蓝的超 S 级身材，失礼了，失礼了。厉害啊，烈哥！黄哥他们好像很怕你，你们是之前认识的吗？麻烦你别朝着我喷口水，我不好这口。烈哥，还有，辛苦你帮我保管钱包，手脚以后放干净点儿。对不起，告辞啊，烈哥。软暴力也很好用嘛。韩烈，怎么了，班长？你不是说要和大家交朋友吗？怎么对张铁树这么不客气？我也没说过要和所有人都成为朋友吧。这里。说的也是，朋友在精不在多。那你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啊？大概是不会问那么多问题的朋友。抱歉，烈哥太有意思了，我没有忍住。烈哥，我问题很少哦，考虑一下加个微信吧。晚点我发给你。不过我很少聊天，平时开着静音，回消息的速度可能比较慢。这就是你到现在都没回我消息的原因？也太不把我这个班长放眼里了吧！毕竟昨天晚上光顾着和镇宅兽聊天去了。不好意思，昨天晚上事情有点多，没顾上回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要面子的吗？虽然长得确实不错，但是性格太臭屁了，减分！像他这样城府深的人，我还是保持一下距离好了。虽然会计学技能到了3级，但界限却很模糊。这些问题虽然不难，但说理清楚才能更好地运用到赚钱上。获得了知识是一回事，掌握这些知识又是另一回事。知识塞得越多，整理起来就更困难。在关键时刻无法精准提取所需的内容，这些知识反而会变成负担。不如趁着现在抓紧掌握这些知识，避免以后的麻烦。先确定整理计划，再按照优先级来依次处理吧。他这是在干什么？做题？这么快的速度？喂，韩烈，老师还没讲到这儿。我不能自学吗？能，倒是能。可是如果真有这样的自学能力，怎么还会考到这里来？过完暑假突然开窍，高考前和人打架住院，错失考试机会。其实我是个天才，但从前不思进取，现在终于浪子回头。3种可能性，你愿意相信哪一个都可以。你唬我，哪个我都不信。我选第3个。烈哥绝对是天才，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和其他男生不一样。你才是个天才吧，天生的海后，玩弄了一圈无知少年，最后嫁给了富二代，现在跟我套近乎的目的也可想而知。班长，既然你哪个都不信，不如自己来猜一猜。猜就猜。首先，你的确是一个天才，但是由于高中的时候性格叛逆，一直不愿意用功学习，直到高考前夕，你的女朋友劈腿富二代，害得你发挥失常，连2本都没考上。你气不过，跑去报复人家，结果被人家喊来的狗腿子严重伤，住进医院，直到前段时间才康复。你不甘心，决定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开始发愤图强的学习。你保留着前女友送给你的山寨手机，也是为了激励自己，警醒自己。你告诫自己离漂亮的女生远点，不要重蹈覆辙，所以才一直和我保持距离。你自我介绍说要找女朋友，是因为你想忘记前女友，没有任何行动和回应，是因为你受过伤，畏惧新的感情。怎么样，是不是合理多了？班长，你该不会兼职在某江写小说吧？你该不会兼职在某江写小说吧？我又要学习，又要管理班级，还得处理学生会的工作，哪来的时间写小说啊？这掩饰的反应，绝对写过。
有意思，上辈子完全没听说还有这招。虽然以前被坑得很惨，但席路亭各方面的优秀却都毋庸置疑。性格强势，自持自律，优秀到一般人难以靠近。还以为他毕业后会过得很好，但听说并没有。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面呢。前世从未有人说过他写小说的事，证明他对这件事很谨慎，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对了，当年去他的办公室借打印机，我有急事，你自己弄一下，别乱翻我的文件啊。哦，无意中看到的那条消息，如果没猜错，那应该是他专门用来写小说签约的小号。哼，有意思，就让我来看看你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吧。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被他牵着鼻子走？这家伙突然这么说，不会被他发现了吧？韩烈，要不要和我们一块儿去食堂吃午饭啊？不了，我有点事，你们去吧。婷婷，韩烈这个人太不识好歹了，还没人拒绝过我。切，你不就是想养鱼吗？哎呀，直男都这样，别放心上啦。趁着明天下午没课，先去买台电脑，顺便换个新手机和手机卡。漫游费这么贵，虽然很缺经验，但我现在更缺钱呢。我要搬出去住，好吓人呐！吓小孩真有意思。需要什么？很可惜，这样繁华的景象将在短短几年内快速衰退，最终变成浪花被拍死在沙滩上。就要这个了。哦，对了，爱丰专卖店在哪一层？刷卡还是现金？刷卡。虽然价格有点贵，但在未来1年半内，5S 各方面的性价比都是最高的。爱丰手机用来办公以及日常使用，还有电脑，还是买笔记本吧。有些组装主机的商家太会坑人了。2块5，瓶子可以退5毛。爽！2块，收好。买完手机电脑就剩1万5了，回头报驾校又要花几千块钱，不能再浪了。啊？不过再怎么省，手机卡这种刚需还是省不了的。您的卡，请查收。好的，谢谢。您购买了一张电话卡，触发消费赠品功能，获得一项额外赠品。之前买3大件都没见给赠品，办张手机卡你给我出货了，这次又给了我什么好东西？自动获得系统顶级权限，不可监听，不可查询。输入对方信息即可获得对方通信，可获得一切拦截，任意拨通任何号码。哈，这叫普普通通？最后这3条属性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只要我使用得当，这张卡绝对可以为我提供巨大的帮助。哼，这必然得拿来当主卡呀！婷婷，你说韩烈这个人，怎么又问他？你看啊，他住在国际寝，家庭条件应该不错吧？段小艺他们几个也很有钱啊，但在气质方面就完全比不上韩烈，除了有点不爱搭理人。可能他性格就是这样吧。手机号和飞信号都是这个，尽量不要外传。这个手机号是？手机号的等级分为很多种，最高级别的号码一般都掌握在高层手中，只能走正规渠道拍卖或者申请。在懂行的人眼中，这号码可不仅仅代表有钱。139是1995年首批开放的移动号段，6666
价值仅次于11118888的尾数4连，再加上一个地区代码，了解号码规则的人就会自动脑补，用来打脸简直满分。这个号码怎么了？没什么，看到了个下人说。对了，你加上韩烈的微信了吗？切，这个狗男人让我保密，结果自己到处说。没有，也不叫这个。难道大一时期的席路亭还没建群？那他应该是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写了新小说，然后才建立了粉丝群。既然能有粉丝群，就证明他当时肯定有作品爆了。不久后就会迎来一段网文的黄金时期，大量的优秀作品被发掘，改编成了影视剧。虽然我没时间，也没写过小说，但我知道未来的流行趋势啊。以席路亭的才华，再加上我对未来的预知，必然能大赚一笔。再试试这个，有了！幸好他的小号已经叫这个名字了。这姑奶奶是在写小说还是搞地下工作？看来直接加好友是不可能了。对了，我就不信了。2013年6月7日高考结束后上传，9月1日开学前停更或者完结的作品有6本左右。根据席路亭的性子，铺第1、2本正常，连续铺3、4本还不放弃。他没那个心态和能力。排除各种因素，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作者只有这2个。烈哥，来这边。余韵要追韩烈，他不是和谁都聊得来吗？快请坐。没想到余韵对我这么感兴趣，主动向男生示好，这可不像他的风格。婷婷，烈哥来了呀。不理人，珍惜你最后的高傲时间吧。鱼儿已经撒完，就等着鱼儿上钩了。这些人物关系也很有趣。段小艺虽然现在和方菲菲走得近，但他最喜欢的是席路亭。然而最后他娶了余韵，婚后还被绿了。方菲菲最初对娄智有好感，但娄智却是余韵的舔狗大队队长。余韵和方菲菲互相看不顺眼，席路亭和余韵看起来关系好，实际上只是塑料姐妹花。精彩的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呢。烈哥，你下午在忙什么？都不回我短信。在寝室里看书，没注意。切什么切？你瞧瞧烈哥，再瞧瞧咱们，根本没得比。不愧是大阴阳师，任何恶心人的机会都不放过。呀，烈哥，你不会是想考插班生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插班生考试在明年5月，时间还早着呢。是还早，不过我觉得以烈哥你的努力，早点做准备，绝对有机会考上。哎，你想不想也考个插班生？谁不想呢？光想有啥用啊？说的像我考得上似的。试试呗，还大半年呢，动动嘴皮子又不花钱。哎，吹牛轻轻松松，到时候考不上，那可就丢人了。嗨，说的也是，不像我，毕业后不用去上班，考了这玩意儿也没用。哎，真羡慕小易，不用上班多舒服呀。小易家里不是有4套房吗？而且都在内环。谁和你说我家有4套房？是有4个单元楼，好不好？段小艺家里这么有钱吗？魔都内环的4套单元楼啊，少说也是个亿万富翁了。哎，你家房子在哪个区啊？天哪，光是租出去都能拿不少钱吧？哼，4个单元楼，哎呀，也不贵，大概工作个2年就能租得起我家一个单间了。段小艺的确是个拆二代，开发商补给了他们整个家族共4个单元楼，但是这是村里所有亲戚凑在一起才要来的共同补偿。真正属于段小艺家的，也就8套中小户型的民房和1间小商铺，
他的父母借着机会开了个小超市，平时没事就收收租，日子过得确实不错。不过，段小艺家的社会地位一般，哪有他吹出来的这么神气光鲜？比起这些人，还是他更能引起我的兴趣。虽然段小艺家里有钱，但结合其他方面综合评分，依旧是个渣渣。不过，也算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渣渣。反倒是这家伙，各方面都很优秀，看起来和我们完全不是同龄人。性格沉稳冷静，加0.5分。再给颜值也加0.5分好了。哟，烈哥这么用功，怎么着？真惦记着考插班生呢？你打算考哪？再说吧。我就说他怎么表现的和整个金融班都格格不入，对同学们也没什么兴趣，说不定他压根就没打算在人文待多久。真没想好，谢谢关心，但你问早了。我看你高数都快学完了，你不想考插班生的话，学什么数学啊？咱们学校又用不上，怪不得你不爱搭理人家。不愧是茶艺小公主，这是在拿我树敌啊！不过看着这些小朋友玩也挺有意思的，要不哥也陪着演一演？什么没想好？不会是不好意思说吧？瞎扯什么？说不定是咱们烈哥志向远大嘛，所以才不想提前告诉大家呢，对吧，烈哥？是想考复大还是交大呀？具体还得再考虑。韩烈，那你不就是会吹点牛吗？哼，你要是能考上，我给余韵跪下洗脚。楼主，你想什么呢？你倒是想得美，你也不问问人家愿不愿意。韩烈，楼主开了口，你打我干什么？这能一样吗？反正你不准学他那样恶心人。就是，楼志，你能不能别这么捞啊？韩烈果然很幽默。我开口是 low， 韩烈开口就是幽默啦。什么情况？余韵突然这么娇羞就算了，但席路婷什么时候笑得这么开心过？不能被他比下去，要不然女朋友都交不上。我家离复大也不远，等烈哥考上了，别的不说，校外租房子的事我包了。到时候烈哥来我家住，3年的房租我都给你免了。不过烈哥你可得加油啊，别到时候连报名都不敢。想激我？到时候再说吧。而且12所高校不开放金融相关的专业，挺没意思的。他没听出段小艺话里的恶意吗？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他只是没去在意。韩烈考哪里和段小艺有什么关系啊？哼，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们优秀。韩烈，以你的数学水平，只要目标不放太高，应该机会很大。你本身底子就不差，学习能力又强，以你的数学水平，我觉得不难。席路婷主动夸我，还给我搭了下台阶的梯子。高冷小美女突然转性了？班长都这么夸你，烈哥的数学水平得有多高啊？我都要看看有多厉害。不就是往上头填答案吗？草稿都没打。你可别说这靠的是心算，闭着眼睛乱填，我上我也行。乱填？坏了你连公式都填不对。是。为什么没有计算过程呢？这题目太简单，心算就够了。你好厉害，我连第1章都没搞明白。烈哥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吧？确实没少付出，不过值得。数学3级相当于清北数学系大2学生的水平了，这些题目确实小儿科。不愧是烈哥，太努力了。励志。切，这2个花痴。韩烈，以后可以找你问问题吗？我也想考插班生，可惜我学习能力不行，肯定是考不上了。凭什么？不就是个外地来的穷小子吗？套个学霸人设就给我装起来了。还有这群人，韩烈只不过是装样子，1个2个全倒戈了。这才多久啊？
连席路亭都替他说话。心算，你好棒棒啊！那我就祝你成功考上复大，早日找个好工作喽。努力，家里再支援点，大概用10年的功夫就能攒到我家1套房的首付了。不过刚毕业的那几年，估计工资也没多少吧。幼稚鬼！交完房租水电也剩没多少，但没关系，大不了你就租我家的房子嘛。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想打几折都行。人家烈哥可是住着高贵的国际寝，还差你那点房租？3500一年和10万多一年，这还是差了挺多的。我们家的楼可都在内环，底薪没有个1-2万，还真不一定租得起。不知道韩烈家境怎么样，能不能和段小艺比啊？哼，上钩了，最好可以打起来。真想看看这家伙吃瘪的样子。到时候我再亲自出马力挽狂澜，看他还玩不玩欲擒故纵那一套。狗男人，上来和我狂！你家哪套房子那么贵啊？我家哪套房子都这么贵。哼哼，小朋友，你不会真把全村凑出来的那4个单元楼都当成你家的房子了吧？不会吧？被我说中了？你在扯什么？什么情况？不太清楚。杨浦区新苑家园4号楼嘛，我知道。小高层1梯4户，1室户型42平，2室户型64平。你们一家3代齐上阵，拿到了1单元10层、11层的8套房子，2套自己住，6套用来出租。啊，对，还有你父母额外购买的1套48平底座商铺，用来开了家小超市。话说回来，今年杨浦区回迁楼的均价是多少来着？我记不太清了，你记得吗？现在我再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你家哪套房子那么贵？你韩烈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原住民抱团向开发商施压，最终整体回迁，确实很厉害。不过这事牵头的不是你家，把事办妥的也不是你家。说白了，这件事和你们家并没有什么关系，撑死就是跟着捡了个便宜而已。段小叶，你是一个被时代眷顾的幸运儿，你可以跟我炫富，但不能把炫富的资本归结于你的自我奋斗。是城市发展的洪流将这笔财富送到了你家门口，你应该对此心怀感恩。首先，你家里真没你吹嘘的那么牛。其次，就算你家里有点小钱，这钱也和你没关系。你最好记住这2件事，不要来我面前跳脚，成天阴阳怪气。现在的你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这个资格，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大魔都卧虎藏龙。来这里读书，家里人不希望我惹事，但也不想看到我被欺负。全班64个人，我惹得起谁惹不起谁，总得提前调查清楚。至于你，你在哪个层次，你应该自己有数。给你一个忠告，小朋友，这种事可别千万有下次。我的表述够清楚了吗？知道了。同学们上课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啊，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段小艺的反应，这个废物，这都能被翻盘。不过，虽然没看到这家伙吃瘪，但他刚才的表现简直帅呆了。像段小艺这种没脑子的暴发户，就该有个人来治治他。可是这样一来，本小姐不就白白当了次坏人吗？不如再写一本霸道总裁爱上我，就拿韩烈当原型。哎呀，情绪失控没有好处，先平复下来，再去想别的问题。
有人曾说过，话要软着说，事要硬着做。刚才韩烈的表现，比我能想象到的极限还要完美。该容忍的时候有气度，该硬气的时候有锋芒。这样的人，一定要努力与之交好。烈哥，午饭去哪里吃啊？我和婷婷去食堂，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啊？食堂太贵了，吃不起。我才不信，吃不起食堂却用得起刚上市的5S。对啊，钱都拿来买5S 了，所以现在只能吃土了嘛。切，没关系，我请你。真的假的？我可没钱回请啊。这狗直男怎么回事？老娘图的是你回请吗？不用你回请，我生活费管够，多请你几顿都没有问题。光顾着回镇宅收消息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好家伙，我这是无意中反钓鱼了？有意思。这不好吧？真是的，烈哥你别装样子了，来嘛来嘛，就给人家一个面子嘛。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在混吃混喝这块，哥还没怕过谁。你们笑什么？你们两个太逗了。他说混吃混喝。爽！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故意啥了？你当我是 low 智呢？我只吃正经的食堂。哼，我到底是怎么了？竟然会对他做出这种举动？他不会觉得我很轻浮吧？烈哥，和韵韵混吃混喝多恶心，要不还是我请你吧。我就是个吃软饭的，只要够香够软，吃谁的都一样。要不你和余韵商量一下？有了段小艺的这波助攻，他们好像对我更上心了。但是我只想好好搞钱呢。虽然她们都是大美女，但是和她们正儿八经谈恋爱，那还是算了吧。一个纯恋爱脑，一个想嫁富二代，我可招惹不起。韩烈这个反应，是对我俩都没兴趣。也是，看他先前的表现，估计来头不小，说不定什么样的美女都见过了。像他这样的男人，难追才是正常的。只要他家境殷实，暂时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烈哥，韵韵，你不是刚买了一套护肤品，没有多少生活费了吗？这顿还是我来请烈哥吧。那护肤品哪是我买的？明明就是他们送的。一顿食堂我还是请得起的，显不着你。那就你请呗，到时候别来哭穷。那个，你们不饿吗？对了，烈哥，你为什么突然换手机了呀？怕班长拿我编故事呗。那手机再用2天，搞不好全校都要说我对前女友余情未了，受过情伤了。我可没到处说这些。烈哥，你真没处过对象啊？真没处过，高中太不起眼，没人看得上我。切，真会骗人。你说啥来着？没听清。没啥，楼子说烈哥你太谦虚了呢。不过烈哥确实谦虚。哼，那烈哥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跟大家说说嘛。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我想想啊，大概是那种不用特别漂亮，但是温柔懂事、三观合得来，相处起来很舒服的女孩子。原来烈哥这么传统啊，怪不得烈哥没处过对象。不过没事，像烈哥这样的好男人，肯定配得上最好的。什么样的才是最好的？啊，这问题当然是烈哥自己决定啊。韵说的对，烈哥喜欢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对韩烈没那意思，但平白成了他俩的假小弟，真令人不爽。再说了，真要是比，我也不见得输啊，真幼稚。
成天比来比去。好了，烈哥，走吧走吧，打饭去了，一会儿好吃的都要被抢完了。我还买了点水果，韩烈，我们一起。他人呢？不会是跑了吧？在这儿呢，哪能真白吃你们的东西？喏，不清楚你们的口味，甜品应该都喜欢吧？买了好几种，你们自己挑。啊，我要草莓的。这群孩子真好哄啊！班长不吃吗？这可是动物奶油，可健康了。你不喜欢吗？不吃的话给我吃，这玩意儿老贵了。凭什么便宜你？这招还是这么好使啊！不过烈哥怎么知道我想吃这家的蛋糕啊？这家店可不便宜呢。烈哥破费啦。客气，你这一大桌子的菜也便宜不到哪儿去。是啊，还有2个大鸡腿呢，标准挺高的嘛。那是，我请的客哪能让烈哥吃的不好啊？方菲菲这家伙，这么快就开始找茬。我这不是担心你把自己吃穷了吗？只要烈哥需要，我可以把烈哥养到他发生活费为止。那还是不妥，按照今天的标准，1周我就会把你们吃破产。为了防止把你吃穷，明天我去蹭菲菲的饭。行啊，明天我请烈哥吃好吃的。女侠仗义，那是必须的。你请就你请，不和你抢。以后我不请了。那你就不请呗。真是风水轮流转呢。他们现在的样子和上一世的我真像。果然，人只有迈过了坎，才能理性看待曾经干过的傻事。云云和方菲菲都快打起来了，这家伙还没反应。哎，也对，以他的涵养来看，对他们这种类型的应该不感兴趣。班长，你想吃橘子，但只剩这1块了。谁想吃了？你留着自己吃。不吃算了。比起云云和方菲菲，还是小黄瓜更有意思。以前把我坑得这么惨，岂有不还回去的道理？有趣的日子还在以后呢。大哥，你回来了。中午好，你们吃饭了没？没呢，我们一会儿出去吃。这都几点了？大哥，你吃了吗？要不咱们一起，刚好给大哥接风。不用了，我刚吃完。对了，你们今天还出去通宵？这破学校屁大点地方，除了出去上网，实在是没啥事儿干呢。这群富二代怎么混日子，我可太清楚不过了。现在只是上网，等过阵子，他们就会在学长的带领下发现新生活。魔都一大半的洗浴城都有他们的 VIP， 当时就很好奇，他们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么多钱？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好奇了。放心吧，以后有的是事情干，因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会比他们更有钱。哎呀，大哥，我叫齐向北，东北那旮瘩的，您叫我小北、小东北都成啊。俺家那块呢就是个小县城，家里是倒腾木材的。力哥，你家要是装房子，想搞些实木家具，跟老弟我吱一声就好啊。我叫丁宇，大家都管我叫丁丁，我是江浙那边的，家里开工厂的。大哥有需要的话，不用了。不愧是咱大哥啊！我这可是看给孩子们吓的，真是造孽。总是这个样子，多影响咱们宿舍团结友善和谐的氛围啊！既然咱们都是一个寝室的了，有些事我也不好瞒着大家。我这个人呢，性格上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敏感、自卑、内向，不开心的事情总是被我压在心里，爱钻牛角尖，又不知道如何自我开解。我之前看佛经的事，是不是吓着你们了？那是我消化心魔的办法。其实我很看重感情，就是有点不善于表达。既然在一个寝室，
那也是上天给的缘分。以后呢，就请各位多多关照，希望我们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哥们儿还不如不解释呢。慈悲、敏感、心魔，你这 buff 叠满了呀！妈妈，我想回家。你们怎么了？要不是这附近的房子太难租了，我真想现在就搬走。但我咋觉得烈哥好像是在逗咱们玩呢？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点那意思。但我还是觉得烈哥身上多多少少带着点邪性，怪吓人的。哎呀，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你想啊，有这么一根大神罩着咱，以后我们岂不是能横着走？以后咱们俩在前头耀武扬威，烈哥左手佛经右手锤，在后头给咱压阵。哇，那画面岂不威风啊？哎，可拉倒吧，我真搞不定烈哥。你搞不定，但你姐姐搞得定啊！丁香姐一出马，还有啥样的汉子是拿不下的呀？给老子滚蛋！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老子也不会让我姐嫁给一个阴暗男。我开玩笑的。方菲菲，你们，你能别露出这种仿佛我们是负心汉一样的表情吗？婷婷，你看他，昨天吃我的用我的，今天就……等一下哈，吃确实吃了，但我可没用你的，拒绝碰瓷哈。亏我还特地给你们打包了一份，看来是要被嫌弃喽。人家刚才是开玩笑的。抢什么？就是给你的。韩烈这家伙，嘴上说话不好听，但还是很细心的嘛。如果能把他追到手，那这份细心就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吧？这孩子又在脑补啥呢？虽然不想和他俩扯上关系，但偶尔用来刺激一下小黄瓜倒也不错。时间就这样慢慢流逝着，锻炼、学习、规划，我过着3点一线的生活。硬要说有啥趣事的话，又是他们几个。那就是我突然变成了院里的名人。搞不好他想全都要呢。这个名气我能不要吗？烈哥，我和小东没走了，放假回来给你带特产啊。成，一路顺风。对哦，明天就开始放国庆长假了。没记错的话，留校的人会举办一场聚会。这是吵起来了？娄志这家伙说话真是欠收拾。话说回来，这还是开学以来第一次班级内部闹矛盾呢。小黄瓜现在估计大家先别吵，急得焦头去哪里烂额吧。我们可以投票，麻烦一些同学不要阴阳怪气。和前世一模一样，连吵架的原因都没变呢。一个班里有人只能拿3本毕业证，有的人却能拿到2本毕业证。有人的地方就是社会，有时候甚至分不清谁对谁错，一句无心之失就能激化彼此之间的矛盾。齐路亭管理班级主要靠的是个人魅力，大家给他面子，他说话才有用。这种大家都吵上头的情况，根本就没人想给他这个面子。虽然不想管这件事，但看在能刷好感的份上，能帮就帮吧。自从那天收拾了段小艺一顿，威望值直线 up， 压住班上这几个地头蛇绰绰有余。虽然现在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到底是哪家的少爷了。刚才的事谢谢啊，行程定下来了，明天去野生动物园，晚上聚餐，然后去石库门新天地转一转。费用我帮你交了，谢谢你的帮助。多少钱啊？没多少，不许再问了。哦。我第一次为男人花钱，他就回我一个哦。狗男人，你给我等着！
气了？啊？怎么突然就聊崩了？哎，算了算了，他不和我聊，我和小黄瓜聊去。上次可是下血本给那2个疑似正主的账号打了赏，我就不信钓不到他。啊！终于有回复了。啊，不行，我要冷静下来，还不能确定这个作者就是他。套没套着狼，等他下次回复就知道了。喂，妈，你和我爸最近咋样？儿子好得很，吃嘛嘛香，长高了好几厘米呢。知道了，我钱还够用，你和爸照顾好自己，等儿子出息了，把你们都接过来住大别墅。声音变好听了，那不是好事吗？哎呀，没哄你们，我现在也长大了嘛。那你们去忙，拜拜。烈哥，快来快来，就等你了。烈哥，快来快来，就等你了。路好滑啊，烈哥。这摔的也太假了吧！你不是要回家吗？而且你生活费够用吗？不用你管，我妈咪给我打了生活费。不就是想趁我不在好下手吗？你想得美！先松开，这大热天的。段小艺和陈平都舔着脸来了，楼志那家伙竟然没来。好了，大家都到了啊，出发吧！我去给大家买地铁票，大家跟着我，不要乱走。哇，班长腿真是绝了呀！这就绝了？他现在那双筷子腿有什么好看的？1年以后健身有成的西路挺，那双腿才叫绝！不但是个腿精，气质也很好，那女王范儿。韩烈，你们聊什么呢？赶紧跟上，走丢了我可不管。好，好，好，来了来了，班长大人。这是第1次班级活动，还有韩烈在，应该不会有人闹事吧？地铁挤死了，折腾这么久，就为了过来看个猴？可不是嘛，从小到大都来这儿春游多少次了，毕竟便宜嘛，学生票才65。你以为谁家都跟你家一样有钱，家里有8套房啊？你几个意思？嘲讽我？图便宜算啥理由？你缺钱是吧？我给你补。谁嘲讽你了？来都来了，又没人求着你来。你咋了？想打架？你什么意思啊？行啊，打呀，谁输谁孬种。怎么突然就吵起来了？你们俩怎么回事？呀，他们会不会打起来啊？好吓人呢！没事，打不起来，你松开，热。哎呦，人家害怕嘛。烈哥，我也害怕。你们怕啥？他俩平时不也天天吵架吗？怎么还动手动脚的？现在该害怕的人，怎么看都是我呀！要不你们松开，我去收拾他们。不要！他们要是疯起来，连你都打怎么办？太危险了，不要过去。他们狗咬狗，烈哥不要理他们。不松开是吧？这可是你们逼我的。总算松开了。这俩女生上辈子没一个正眼看我，这辈子还比上了，真是嘲讽。难得出来玩，你俩人还干架，一点小事就打得鼻青脸肿的。啊？看我干啥？帮我！我肚子好痛，我要去趟厕所。这个狗男人居然敢演我！够了！你俩想打架是吧？给我找个没人的地方打，别在这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现在全体解散，自由活动2小时，饭点集合。不是聚会吗？就这么解散了？这俩人有病吧？团建时候打架，把班长气得不轻呢。还好我不是舔狗了，这谁 hold 得住啊？哎，还是拒绝掉吧。我的目标也不是他们，要是因为乱搞被小黄瓜嫌弃，那才是亏大了。
小黄瓜应该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吧？一会儿给他消消气。这个狗男人竟然自己跑了，我竟然还指望他帮我解围，我再也不理他了。救救我！我才不理呢！哼，我才不是想理他，我只是好奇而已。怎么了？救救！肚子痛，没带纸。那我也没办法，我又进不了男厕所。这小子总算落我手里一次了。你和那看门大爷讲两句好话，很简单的。哎呀，小韩啊，求人咱得有求人的态度呀。姐，求你了，姐。你再好好想想，你应该叫什么？要是能叫我一声无敌善良可爱的小仙女，我也不是不能帮她。妈，姑奶奶，叫姑奶奶也不行。那亲爱的。这个狗男人，你纸没了，掉水里了，被企鹅了。这狗男人就是上天派来玩我的，再理他我就是傻子，说点好话哄女生开心都不会。也是，余韵和菲菲这么舔着他，也没见他有什么表现。在思考啥呢？拿着，不吃一会儿可就要化了。古人云：文字看山不喜平，平铺直叙不能充分调动读者情绪的文章不是好文章。谈恋爱也是同理，不能充分调动情绪的恋爱同样不是好恋爱。先让人生气郁闷，然后再制造惊喜，从而制造巨大的反差。有了情绪波动，反而能使感情更加稳固。舔是没有用的，只有掌握了增进感情和维持新鲜感的方法，才能真正吸引到对方。赶紧拿着，我排老长的队才买到的，肯定好吃。别磨叽，我刚买好纸，现在肚子憋得慌，得赶着回去呢。真是的，要去厕所就去，在这故意恶心人。这丫头平时挺高冷，对这类型笑话的笑点倒是很低啊。还不拿着？再不拿我可就塞你嘴里了。你手洗了吗？又是厕所又是买吃的，洗什么手？我又没擦。既然他的笑点这么与众不同，那我也只能投其所好了。干啥？你这个家伙！笑什么？不行，笑死我了！让我先缓缓。你还在这笑，亏我还给你买冰淇淋。怪不得方菲菲和余韵天天在韩烈面前晃悠，这狗男人是真的有意思。虽然这人有时候很讨厌，但他确实优秀又有趣。虽然谈不上有多喜欢，但要说对他没有好感，我连自己都骗不过。既然如此，给这狗男人一个机会，倒也不是不行。哈，这小黄瓜怎么突然又端起架子了？恭喜宿主经过不懈努力，成功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新技能拉扯，当前等级1。居然获得了新技能！反正还有接近18万的经验值，先把这技能升到3级再说。3级忽悠，3级演技，3级拉扯。这可不单单能用来撩妹啊！一方面可以隐藏自己，一方面还可以试探别人。好吃吗？挺好吃的，牛奶味很足。真的？真没别的味儿？能有什么？你个王八蛋，不想活了是吧？你想哪儿去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感受到爱的味道？爱个鬼！给我站住！小心！这地方小孩子多，闹腾得很，你悠着点，别摔了。小孩子闹腾点，还能说是因为年龄小？咱们班上的那些个同学，一个两个比小孩子还闹腾，一个班里汇聚的奇葩，比我高中见过的还多。
都说国教院不好管理，但我觉得人家的班长比我轻松多了，人家1周都碰不上一件破事，咋办呢？一堆窝里横，出来玩一趟都能打起来。人的精力都是有限而廉价的，你明白吗？精力有限，意味着我们一天只能干那么多事，但如果我们无事可做，那么多出来的那些精力就只能浪费掉，变得十分廉价。国教院的人之所以好管理，是因为人家有钱去花天酒地，精力总是不够用，没心思突然去挑衅对方。而我们刚好相反，没有那个资本，憋在这1亩3分地里，只能玩玩手机电脑，精力无处发泄，时时刻刻都在躁动。虽然咱们班小冲突不断，但却不会惹出大麻烦，反而是国教院那边平时安安静静，一旦出事，肯定就是大新闻。你得先理解两者的不同，才能找到恰当的方式来管理班级。好像确实，你的洞察力太强了。那咱班上这情况，我怎样才能管理好这个班级啊？压是压不住的，这样的冲突以后只会越来越多。有些人不值得你操心，还是让你自己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哦，韩烈说的也没错，只专注于自身的事情，确实是一种办法。你呀，就是太闲了，要把精力放在需要的地方。没有实力的骄傲是傲慢，但若是有实力呢？我虽然有心气，却没有他这样的心态。内心强大又有格局，这样的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不过，你说的有道理，我以后会专注于自身，向你学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你，比你变得更优秀的。好，你好好加油。你这语气什么意思？是不是把我当小孩子哄呢？我可没有。呀，婷婷，终于找到你了，你的心情好点了？韩烈，他们2个怎么会在一起？韩烈没回我的消息，是因为他和婷婷在一块。婷婷心情好些了吗？我找了你好久啊。已经没事了，我懒得跟他们生气。刚才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担心死我了。抱歉啊，我刚才没看手机，要不要一起去大象馆？要不说男人永远喜欢18岁啊，2人站一块儿都是青春呢。等等，大象馆，方菲菲是不是在那儿来着？烈哥，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大象馆啊？他人呢？打电话问问吧。喂，韩烈，你在哪儿啊？我得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啊！咋了？你要来给我加油啊？谁要给你加油啊？给我去死！什么事业啊？你俩刚才干啥了？这狗男人私下开玩笑就算了，我还开着免提呢。他去厕所了，再是故意恶心人呢，真是幼稚。哦。还是镇宅兽可爱啊！4点多了，先去和他们集合吧。吃烧烤多不健康啊！吃汉堡也没健康到哪里去。去茶餐厅呗，或者西餐厅。那多贵啊！怎么又吵起来了？要不就别去饭店了，直接去小吃街，大家想吃啥吃啥，还能顺道逛个街。赞成，大家各吃各的不就好了？烈哥想不想吃这个？这个烤鱿鱼好像不错哎。老板，这个多少钱？这孩子原来这么实诚的吗？刚才那顿海鲜少说300-400了吧？怎么样，可爱吧？想不想试一试啊？可爱，但别给我带。你不去找席露婷他们？你们女孩子一起逛街，应该比和我逛街有意思吧？走，你和他一起。我要是和婷婷他们去逛街，烈哥不就落单了吗？虽然不知道韩烈和婷婷单独相处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走吧走吧，还有好多地方没去呢。但我得抓紧一切机会，赶紧下手。哇，这条项链啊，送给我的？你不喜欢吗？你喜欢这个？当然
然喜欢，这项链多好看啊！烈哥，陪我继续看看吧。上辈子我饱含爱意，省吃俭用给他买的项链，不就是这一条吗？虽然送给他以后从来没见他戴过，如今我对他没了兴趣，他却喜欢上了这条曾经被他万般嫌弃的项链。重来一次，这一幕真是荒唐又好笑。包起来吧，开票。既然如此，就让这条项链成为我终结前世舔狗生涯的特殊纽带吧。是买给我的吗？我一会儿得去狒狒面前炫耀一下。打住！信不信我现在就退货？东西不贵，但我不想惹更多麻烦来。你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消费，因此获得了一件特殊的消费赠品。这也能出赠品？宠物牵引套装。当你给猫猫狗狗之类的宠物套上项圈，拴上牵引绳后，就可以放心的带它们出去玩了。哎，这套要是拿来养哈士奇，那可是神器啊！烈哥，我扣不上，帮我戴一下可以吗？我弄这个也费劲儿，男生的手笨得很。没关系，慢慢来嘛。行了，戴好了。席路亭，他们咋晃到这儿来了？他误会了？不对，我心虚什么？不就是帮人戴个项链吗？有啥可解释的？哼，我想要的是小黄瓜，我的爱可是要在线上绽放的。至于线下嘛，哼，反差不强烈一些，又怎么让他对线上的我敞开心扉呢？哟，婷婷、菲菲，你们也过来了？是啊，要集合了。怎么打扰到你们了？哪有，我们刚好也准备去找你们了。既然到齐了，就赶紧回去。那就散了吧，天色不早，今天的活动就到此结束。这么无聊还不走？撤了撤了。其实我觉得今天玩的挺开心的。下次再出来玩吧，还有机会。不，没有下次机会了。在上辈子，金融班直到毕业都没有再组织过这样的聚会。人生是一场从孤独中来到孤独中去的旅途，大多数人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之前说给他听的那些话，其实也是说给我自己的。没必要为一些过客影响自己，不能和这些小破孩瞎混，搞事业赚钱要紧。舒坦，啊，这个号码，看来是我小说事业合伙人来了。我该说些什么？你好，还是问该怎么称呼啊？这可是第一个愿意和我聊天的读者，还给我搭上了天价礼物。小黄瓜的文风还挺独特的，但这种写作习惯如果用力过猛，就会变成看起来华丽，但实际上没有内容的空壳。同样的，他太过注重自己的文风，却忽略了最重要的剧情设置和基本逻辑。既然以后要和他合作，那么光是一股脑夸他可行不通的。夸赞的同时提出问题，这才是他现在最需要且有意义的沟通。他竟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问题，不愧是我的甜甜。他真的认真地看了我写的小说，有你的鼓励，我就振作多了。你能站在读者的角度，具体说说我的问题吗？或者怎样才能改正这些问题呢？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病急乱投医了？这要是随便哪个粉丝就能把这些问题都给分析清楚，那还要啥专业人士啊？不过小黄瓜运气不错，哥还真就是个专家。他说的我
完全正确。我这是遇到了我的伯牙了吗？很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合作吧。婷婷，你还不睡吗？啊，你们先睡，我一会儿就睡了。不就是激情戏吗？说的这么委婉。婷婷，还不睡吗？跟谁聊这么投机啊？其实是骗人的，实际上我是压根没得选。席路婷这姑娘，她的性子太过于高傲了，这样的性格注定了她不能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打工人。对着这样的处境，她要么自己创业，要么就嫁一个好人家。我记得她曾开玩笑说想当模特，但因为水太深，所以放弃了。那么对于现在的她来说，继续写小说一定是她当下的最优解。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一直想写一本反传统的虐恋霸道总裁文。男主是一个英俊高傲且腹黑冷酷的真霸道总裁，而女主席梦是一个高颜值并且性格善良坚韧的伪灰姑娘。男女主在火车上相识，经过了一连串的事件和巧合，他们互生情愫，开始发糖。然而媳妇的公司和男主在生意上产生了冲突，男主骨子里的冷酷和狠辣让他毫不留情地把媳妇送进了监狱。女主和男主因此发生了巨大冲突，而女主的姐姐为了保护女主，和男主签下不平等条约，以身饲虎。最终女主得知一切真相后彻底黑化，她从一朵什么都不是的小野花迅速成长为了高冷狠辣的大女主。随后她回到男主身边，虚与委蛇，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这么厚一本呢，得再解锁个过目不忘的技能才行。啊，席路婷，班长，早上好呀。你是要拿这本书吗？我帮你吧。你真要写小说啊？不是你说让我专注自身吗？我觉得多发展些兴趣爱好也不错。小说写得好确实赚钱，可惜我不擅长，不然我也试试。谢谢你帮我拿书啊，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那班长加油，假期快乐。至于报酬有2种选择，第一种拿签字20元的精修费月结，无论数据如何，我都会准时把这笔钱打给你。第二种分成，如果你对我们的合作有信心，那你可以拿包括订阅、打赏、版权等等所有收益的1/3。20块的润笔费听起来不高，但作为兼职的话，已经很不错了。既然要做，就要敢于尝试。如果火腿的大纲和黄金3张水平足够，赌上一把又能如何？海烈那个狗男人凭什么比我强这么多？我才不要被他比下去！小黄瓜虽然倔了点，但脑子还是好使的。加上刚才我无意间的暗示，想必对这件事他更加上心。我要拿给小黄瓜的大纲，可是后世爆火的追妻火葬场大女主文。女评文只不过是个水罢了，现在得先把握住所有机会赚钱，然后升级系统。未来要干的事情还多着呢。终于来了，这都3天了，我还以为他要割我。婷婷，我们走啦，晚点给你带饭回来。你们快去吧。女主这名字和我同一个姓氏啊，只是巧合吧？
这个大纲比我想象中还要精彩。虽然有英雄救美的俗套环节，但故事中人物表现都很出色，尤其是这个男主，仅通过服装、手表、言谈等细节，就剖析出了对方的背景实力，语言犀利又刻薄，面对被激怒的对手，从容不迫地揭开自己的底牌，将对方的自信彻底击垮。虽然有些地方的用词和描写太男性化，女主角的反应也不太到位，但这只是些小问题。写这种东西给一个男生看，冷静，冷静，这是为了艺术，这都是为了理想。怎么更接近了呀？特殊意义？一个姓氏能有什么特殊意义？真的，我通关了。签正式合同的话，身份信息和长相不就都暴露了吗？如果这本书的成绩很好，那1/3的分成就会很多。没有合同的话，我也不放心。接下来就是囤稿，囤个几万字，然后上传。馋了几天没收拾，先下楼倒个垃圾吧。啊，大哥，我们回来了。大哥不在吗？回来了，顺手帮我把灯打开呗。怎么了？不进了吗？哥，你干啥呢？咋不开灯啊？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啊？忙着收拾垃圾呢，赶紧进来。原来是这样啊！哎呀，这种事怎么能让大哥来干啊？等我们来收拾就成。对了，烈哥，给你带了点特产，这是我家厂子里自己做的，我和我姐啊从小就吃，绝对干净卫生。来，烈哥尝尝看，放心吃。零食加工厂啊，我小时候可羡慕那些家里开零食厂的同学了。不错，好吃。嘿嘿，烈哥喜欢吃的话，我喊家里再寄点，管够。大哥，我也带了特产，这些都是咱东北林场的特产，不知道大哥爱吃啥，就啥都带了点。哥，你拿着吃，吃不了的就给别人。好家伙，这也太多了，我尝个味儿就行，你们自己留着吃。哎，我们从小吃这些，现在一口都不想碰了。哎呀，专门给哥带的，别和咱们客气啊。好吧，谢谢啊，你们这可太实诚了。哎，我和你说啊，我这次回去，真的假的呀？兄弟你不行啊！这俩傻孩子不会是被我给吓成这样的吧？不过如果我没吓住他们，那挨欺负的就是我自己。从小被惯着长大，这些个孩子为了随大流，啥事都敢跟着干。有了黄威那样的人带头，欺负人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顺手而已。大哥，咋了？为啥盯着我呀？没什么。话说我小黄呢？是彻底搬出去住了吗？他呀，搬不搬都那么回事吧，反正他指定不敢在大哥面前嘚瑟了。行吧，其实也没啥事。不早了，收拾收拾睡觉吧。你俩给我带那么多特产，我也怪不好意思的。明天我请你们吃个饭吧，礼尚往来。那就不和大哥客气了哈。大哥先睡。
烈哥破费了，这家的烤肉味道不错呀。不好吃能带你们来，不够吃就在家。这里的炒饭也不错，改天也该请菲菲他们吃顿饭了，毕竟蹭了他们这么久。哟，潘哥豆腐，好巧啊！丁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嘿，我昨晚刚到。哎，你们呢？吃饭了吗？我们也是昨晚回来的，还没吃饭呢，刚出来没一会儿。咱们班同学，国交院校花，漂亮吧？很漂亮。要拼个桌吗？刚好认识认识。可以吗？我好不好？那就麻烦你们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啊！既然缘分到了，那就由我来介绍大家认识认识。这位活泼可爱的大妹子是咱们金融班的班长付豆豆，外号豆腐。叫我豆腐或者豆豆都行。哎，这位就厉害了啊！咱们班的班花兼国交院院花，全校最受欢迎的大美女潘哥儿。小东北这孩子不愧是东北来的，我替人尴尬的毛病都要发作了。这位呢，就是咱英明神武的。我叫韩烈，商院金融班的，很高兴认识你们。商院金融班的韩烈，好耳熟啊！哦，你不会就是那个被商院2大美女倒贴，天天抢着请你吃饭的男生吧？这话题变得这么快吗？哇塞，大哥这么牛！哎，这么精彩的故事，怎么不给兄弟们分享分享？这有啥可分享的？我们先点个菜吧。你们要再加些吃的吗？哎，成，今儿个咱们烈哥请客，想吃啥随便点。这不好吧？怎么能让刚认识的人请客？要不还是我来请吧。没关系，我来请就好。碰上了就是有缘，没必要因为一顿饭搞得这么刻意。大家都不差这一顿烧烤的钱，我和你们也算半个同学，就当是同学小聚一场，吃得开心最重要。哦，那就谢谢烈哥啦。客气。不过，为什么你们都爱管我叫烈哥？这么叫着顺口呗，总不能直接管你叫烈烈吧？你说的很有道理。你再点一份尝尝。潘哥啊，以前只是远远的见过一面，小东北他们和他竟然是同窗，而且他不应该是那种家里有钱、高高在上的小公主类型吗？可以为了同伴而接受陌生人的拼桌，在别人尴尬的时候出声解围，做事也大大方方。这性格可是和传说中的完全不一样啊！果然是耳闻不如眼见。韩烈，我不太能喝酒，但是能陪大家一杯。今天你坐着，请。能喝多少算多少，咱们不搞那些个酒场上的陋习。实在不行，点些果汁饮料。女生出来喝酒喝多了也不安全。你说的对，只要你们不介意就好。哦，你的眼睛好像很特别。我母亲是少数民族，我遗传了她的红眸颜色，是不是很怪？不会，特别的漂亮。你是哪里人？孟城，听说过吗？哦，矿产资源很丰富的一座新兴城市嘛。风景怎么样？山倒是挺多的，不过没什么风景。采矿带来的破坏。发展的代价。哎，大哥，你看那边，那个大美女是不是你们班上的那个来着？嗨，班长。班长？商院金融班的班长不就是席路亭、潘哥？席路亭、潘哥，两者被誉为人文学院的绝代双骄。席路亭当了班长，又参加了学生会，目标十分清晰，以文艺部干事为跳板，慢慢走上高层，锻炼自身能力。潘哥，国交院金融班的学生，对学校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参与，安安心心地等着出国留学。按理说，这两个人应该没什么交集才对。没交集才怪！我在学生会忙得要死要活，好不容易会长给画了个大饼，大一下学期就把文艺部副部长的职位交给我，还没高兴2天呢，就听说这个副部长的位置其实是特地给一个新生空出来的。
学生会私底下三顾茅庐去请那尊大佛，但人家压根儿不愿意来。就算如此，这个副部长的位置也要给人家留着。学生会私底下三顾茅庐去请那尊大佛，但人家压根儿不愿意来。就算如此，这个副部长的位置也要给人家留着，直到确认对方是真的没兴趣，这个位置才轮到了我。哼，老娘任劳任怨的工作，到头来就为了捡一口别人不要的剩饭。而这尊学生会请不来的大佛，就是这位国教院金融班的潘哥潘大小姐。哼，韩烈怎么会和他坐在一起？这狗男人是交际花吗？余韵霏霏还不够他狂的？哼，韩烈，你怎么回事？余韵还在寝室等你消息呢。哈，上来就搞我？我们不是刚成为战略伙伴吗？我这2天也没得罪他吧？我请室友吃饭呢，刚好碰上了国教学院的同学，简单拼个桌。啊，班长，你是出来吃饭吗？待会儿麻烦你帮我带点东西回去吧，算是我请你们全寝吃烧烤，见者有份，也省得你再排队等桌了。呵呵，这狗男人什么意思？欢迎我！哇，有瓜的味道。都碰上了，那就来一块吃啊！现在排队那得等多久啊？吃完了再单独打包不就得了？服务员，加张椅子。我去，你个二愣子！哥，快，给你们班长挪个地儿啊！啊，烈哥，你动一动啊，挪点位置。完了，全都完了。大哥现在明显是和这妹子不对付呀。我谢谢你，今天晚上我教你念经。啊！哎呀，完犊子，办岔劈了。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韩烈，加我一个的话，不会打扰到你们吧？不对劲，很不对劲。小黄瓜平时虽然忙了点，但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啊！早就听说人文学院绝代双骄有着一些过节，这要真让他俩在同一张桌上吃饭，那还了得？啊，班长，我们这儿已经吃了一会儿了，你看这桌上都是些残羹剩饭，这次估计真不太方便。啊，你想吃什么？我再给你打包点新的带回去。等下次有机会了，我再隆重的邀请你。如果想互相认识认识，也可以到时候再组个饭局，怎么样？行，我知道了，也不用你打包。我突然想吃点别的，那么你们慢慢吃，我就不打扰了。大哥，那大妹子好像生气了呀。不用你说，我又不瞎。啊，果然还是生气了，一会儿得哄一下。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拒绝我。这个男人，哼！我不就是看到他们坐在一块儿，脑子没转过来冲上去了吗？他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这个狗男人！狗男人！烈哥，我刚才都没反应过来，你和那个大高个同班呢？一共就2个金融班，2个班长。烈哥不和婷婷同班，难道和你同班？而且你们不是一个寝室的吗？这点事都不知道啊？这不是事情太多，我给忘了吗？总不能说是大哥威压太足，我们压根儿不敢问吧？他就这么走了，估计心里不好受吧。既然大哥和他不对付啊，那他走就走了呗。他这么上来搭话，我还以为是大哥的熟人呢。我和婷婷都在学生会里，虽然见面不多，但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啊，做事也很认真。你呀，有些时候不能光看表面的东西。我也听说过席路婷这个人，虽然做事认真，但是性格有时太强势，太双标。这样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的，很多人都和他不对付。反正我看他脾气挺大，也不知道谁能镇得住他这样的妹子。其实没那么夸张，潘哥说的或许没错，这样的性格确实容易得罪别人。哦，但他只是年纪小，不够成熟，或者说是没在别人那吃过大亏。我对他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付，只是我和他都有自己的脾气，也都是不愿意一味迁就对方的人。人是会成长的，性格同样也需要慢慢打磨，没必要太较真。哦，哦，烈哥，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简直令人刮目相看。你这说话的调调和我爸简直一模一样。不过你说的对，人是有多面性的，太片面了也不好。切，什么意思？说我老呢？赶紧吃饭，串儿都凉了。我去趟洗手间，帮我加份炒饭，打包哈。哎，去吧。我去趟洗手间，帮我加份炒饭，打包哈。哎，去吧。感情你原本就打算拿我当素材啊？不是你这丫头突然冲上来的吗？话说我也没刻意冷着张脸吧？算了，先哄人再论对错。更何况火腿只是个网友，顺着他的话说就完了。老板，拿份炒饭，打包。哎，得嘞。不理，那可使不得。我有点急事，离开一会儿，你们慢慢吃。一会儿我要是没回来，小东北，你负责帮我结账，别弄丢了啊！有事给我发消息，保证完成任务。哎，不过烈哥，我们好像没加任何联系方式啊。哎，我大哥去哪儿啊？不知道。大妹子，你这份炒饭要加点啥不？加蛋2元，加火腿肠3元。加份蛋。你说的对，和你吐槽完，我感觉自己现在冷静多了。妹子，炒饭好了，一共10块。啊，好，马上。哎，我钱包呢？不会是没带出来吧？老板，我帮他付。啊！都说了给你打包一份了，你这份拿来，我们交换。刚才那家店的炒饭味道很好，油也不重，你尝尝。干嘛不换？这家的炒饭我吃过，重油重盐还贼贵，你不怕吃了爆痘啊？呵呵，我谢谢你的关心。哼，吃炒饭长不长痘我不知道，但和狗生气绝对会长痘。既然是你买的，那就你拿去吃。再见。看起来是真生气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小黄瓜今天突然改了性子，这很不正常。要说唯一奇怪的地方，那就是他和潘哥的那股子迷之火药味儿。啊哈，这还能有意外收获呢？小黄瓜这性子确实是有些双标的，要求别人不能在非允许的情况下接近自己，这样莽撞的性格迟早要吃亏。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才能早点矫正回来。呀，大哥，你回来了！烈哥还吃不？我们商量着散场了。买单吧，浪费食物可耻。我把这玩意儿带回去消灭掉。大哥，你刚才拎炒饭去干啥了？怎么回来成了两？小北子，啥事都好奇对你没好处。大哥的事咱们少管。那我们先回去了，下次有机会我会请你一次。小北和烈哥也拜拜。有机会一定。烈哥，我和丁丁一会儿还要出去，你要和我们一块儿吗？出去？去哪儿？同学约了几个上戏表演专业的妹子，晚上一块去唱 K。一块去唱 K？ 你确定不是喊你们去买单？大哥，你咋知道的？难不成多念经能让人料事如神？那倒不是，主要是你们两个浑身都透露着一种清澈的愚蠢感，一看就是人傻钱多。你们去吧，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大哥，真不去啊？那些妹子是跟我们班单子豪认识的，一个两个都是大美女，指不定就看对眼了呢。真不去，我可掏不出大把钞票替他们买单。更何况我现在对美女没兴趣。那咱们班花那种类型的大美女呢，也没兴趣啊。我和丁丁可以帮你助攻的。业务挺广啊，还能帮忙助攻。既然如此，你咋不自己追啊？大
大哥，你开啥玩笑呢？这种妹子我追不上、养不起、罩不住，就连她主动倒贴我恐怕都得掂量掂量。没错，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不错，竟然这么有觉悟。那必须的，也不看看我们是谁小弟。什么小弟不小弟的，又是大哥又是小弟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宿舍住了仨街溜子呢。赶紧出去玩，别碍着我看书。走啦，大哥。国庆假期结束后，11月11日，一场由龙头们提供技术支持、证券独家合作的炒股大赛便会开始。赛制共分为3轮，战线拉到明年1月27日，名额向全社会开放。一旦晋级总决赛，便会拥有100万的真实资金操作权。在最终的2周比赛时间里，参赛者用这100万赚到的所有利润，都属于参赛者的合法收入，不但能验证我3级金融的实战水平，还能借此机会大赚一笔。霸道总裁的复仇女神的囤稿字数已经到了10万字。小黄瓜的效率很高，等首次曝光签约后，下个月就能拿到收益了。至于潘哥，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过节，但这些过节和我暂时没有关系。这个女人的段位太高，是真正从小被耳濡目染教导出来的富家子弟。我现在没有实力，也没有能力和对方打交道，还是顺其自然吧。烈哥，好久不见啊！也就1周没见，倒也不算很久。哎，这可是开学后的第1个长假，烈哥，你都不多出来玩玩吗？没办法，要做的事太多，时间安排的比较紧凑。马上就能把所有的专业知识都梳理完毕，着手准备专项深造了。除此之外，每天还要腾出2小时来写小说。只有忙起来的人才知道，一天24小时完全不够用。是啊，忙都忙，忙点好。可我听说有人嘴上说着没生活费，暗地里却偷偷请隔壁国教院的院花吃饭。停 stop！ 你是被余韵传染了吗？怎么阴阳怪气？哪有，我这不是在关心烈哥吗？哎，烈哥，你和婷婷闹脾气啦？你问这个干什么？婷婷昨天回来的时候脸色超差，我们问她怎么了，她冷冰冰地甩了一句：“撞见你们烈哥请人家国教院院花吃饭呢。”余韵提完以后啊，那脸都黑了，他俩脸色一个比一个差，搞得我都不敢继续问了。好啊，你个小黄瓜，瞧瞧这阴阳怪气的小语气，咋还调教告黑状呢？烈哥说说嘛，到底发生什么了呀？没发生什么，我请室友吃饭，撞见了人家的班长，就一块拼了个桌，吃到一半被你们婷婷撞见了，我没让她加入饭局，她就生气了呗。就这样？就这样。哎，我还以为发生啥大事儿了，没有大瓜，好失落。不过烈哥，你竟然连婷婷的面子都不给啊！我又不是他的那些舔狗，什么都得顺着他的意思来。要是给他面子让他俩坐到一块儿，那可就更热闹了。烈哥，你对婷婷真没意思啊？哼，我对他有没有意思关你啥事？笑笑笑，就知道笑。赶紧爬开，我要继续看书了。烈哥，一块吃午饭吗？我请你啊。我请吧，昨天本来就说要找机会请你们搓一顿的，蹭了你们那么久，也该回请你们一次了。真的啊？好呀好呀，那我想吃火锅。你先去问问余韵他们想吃什么，投票制啊。啊！小黄瓜这是在因为昨天的事尴尬，冷静下来之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确实有些冲动了。不过他这性格是不可能主动认错或者示好的。还有这种好事？这种时候我表现得越自然越不以为意，他内心活动反而会越丰富。锅底点鸳鸯锅吧，大家都能吃。帮我加一份干碟。哎，婷婷要不要来一份？我都行，你们点吧。昨天的事那么尴尬，这狗男人倒是表现得和没事人一样。这两个家伙真没志气，一顿火锅就乐成这样。反正我才不要给他好脸色，我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很严重。呀，
3位小美女来吃火锅呀，我们桌热闹，要不要过来一块儿啊？哥请客。老大给力。谢谢，但是不用了。又是个来搭讪的。别这么高冷嘛！哎，你们是哪个学校的？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应该和你没有关系吧？烈哥呢？他怎么还没回来？你快打个电话问问啊！我打个电话问问他。美女玩手机呢，加个联系方式呗。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如果你还要骚扰我们，我们就要报警了。小美女长得漂亮，脾气倒是不小，这怎么能说是骚扰呢？哥几个好心想请你们吃饭，真就一点面子也不给。来嘛来嘛，别这么害羞嘛。喂，你们干什么呢？我就去取个钱的功夫，怎么又整出事来了？我这体质是不是不适合请客吃饭呢？每次请客都要出状况。你和他们一块儿的，兄弟眼福不浅啊。他们中谁是你女朋友？他们中谁是你女朋友？这个长得最漂亮的，这么好看的大美女，介绍给哥们认识认识吧。松手！你小子，把手放在哪儿呢？放手啊！啊！疼！你神经病吧？哪里来的疯子？赶紧放开老子！哈，我抓着你不放，我就是神经病了。那你刚才抓着个陌生姑娘不放，你又是个什么东西？咋的？认识认识不行啊？你不爽？不爽就来干一架！哥几个好好教你做人！这可是你先动手的，我只是按照你的要求松了手，并且进行了自卫。大家都看到了吧？是他先出手的。咋了？出啥事了？谁给我打的电话？烈哥，愣着干啥？走了。啊！你们想被那些路人围观着吃火锅呀？他们可都等着吃瓜呢。走吧，我们换一家店。哦，好，走吧。这群人真讨嫌。你小点声，一会儿那群人又来找麻烦。你怕什么？咱们烈哥深藏不露，一拳一个小混混。我果然没有看错人，烈哥刚才真帅。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就好。切，我一句然后就没了，这狗男人到底几个意思？你刚才是不是觉得我揍他的那一下很帅？你想啊，那些霸总小说里不都是这么写的？女主被小混混骚扰，男主霸气出场，把小混混给收拾一顿之类的。什么跟什么啊？还有，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看霸总小说？这家伙怎么会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他是住在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言情小说的套路不就都那样吗？不瞒你说，刚才有一瞬间，我甚至想把他们挨个揍一遍，顺便试试系统给的运动技能水平。可惜小说和现实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意气用事，权衡利弊下来，给他们一点威慑就够了。要是真和他们打起来，我无法保证可以同时护住你们3个女孩子。况且在火锅店起冲突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火锅店发生争执用热汤泼人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必须以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为主。不过那几个小子也挺倒霉，那家火锅店的老板我认识，是个退休阿 Sir， 正义感可强着呢。监控一查，这几个小混混免不了要被抓去教育一顿，说不准还得被喊家长呢。小混混还能被叫家长？这我就不知道喽。反正我最怕的就是被叫家长。快叫你家长来！哎，不过话说回来，是你给店长打的电话？进店前就打了，怎么样？可机智吧？哼，勉强算你机灵吧。明明昨天还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今天又觉得我帅了。女人变脸的速度可真快。喜欢？我才不喜欢那个家伙。
婷婷，你最近晚上天天抱着个手机和谁聊天呢？我和我一个朋友，我在和我一个朋友唠嗑呢。哎，我看你前几天改了签名，不会是网友吧？你想什么呢？就是一个以前就认识的朋友而已。我要去图书馆一趟啊，你们先睡，不用等我。这个时间都快到熄灯的点了呀。你们觉不觉得婷婷最近老是神秘兮兮的，动不动就跑去图书馆泡着？我知道长假刚刚结束，各位同学的心啊还没有完全收回来，但投资学是金融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老师希望大家尽快调整好状态。不过理论是理论，市场是市场，而投资能力也不是光看课本就能学出来的，重点在于大量的实践。过审了！话说我第一次发表小说的时候，好像都没这么激动。后面那位同学，我看看，韩丽，韩同学，这位同学，你开着笔记本干嘛呢？啊，老吴不应该是鼓励态度吗？干嘛突然点我名？韩同学，老师知道证券投资学这门课很枯燥，但老师还是希望你能稍微认真一些。不愧是韩烈呀，我们撑死玩玩手机，他直接把电脑都给带来了。他不是平时挺用功的吗？我去，我想起来了，老吴鼓励大家带笔记本来上课，是为了方便结合教材与实践来讲解。这是在教到第14章以后。老师，我没有在玩电脑，我是在实践。光想着比赛前提前熟悉操作，却没想到不小心把时间线给搞串了。玩电脑就玩电脑呗，非要装。实践？实盘吗？总不能说我开户1周就有了30%的收益率吧？那多吓人呐！只可惜我本金没多少，这收益率也就看着高了。老师，是模拟盘。那你觉得完全无压力的模拟盘操作有实际意义和帮助吗？有的，可以提前探索交易模式，熟悉操作。哇，小伙子心挺大，老师就喜欢你这样的。韩同学，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一个完整成熟的交易模式应该由哪些部分组成？如果你讲得好，我会直接给你的平时分打满分。你就算这学期不来上我的课都没事，但如果你讲得乱七八糟，老师可就要扣你的平时分了。吴老师可是每节课都要点名的，还经常抽查作业，我平时分都不够他扣的。啊，真羡慕韩烈呀！我也想上去讲。有什么可羡慕的？让他讲，他讲得明白吗？我看他这点平时分，一会儿就得被他扣完。烈哥能搞定吗？所以交易模式是什么东西啊？听着好高大上啊！虽然平时分扣了无所谓，但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方菲菲在倒追韩烈。如果韩烈出丑被嘲笑，我们岂不是也要跟着一块丢脸？你跟着担心什么？老师虽然严厉，但也不是那种会故意打压学生的老师。就算韩烈讲的不好，吴老师也不会让他难堪的。既然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那我就简单讲两句。不过，交易模式并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交易者对自身投资策略的框架性总结。所以我没资格判断一个交易模式是否成熟而正确，我只能讲讲我所理解的能够稳定盈利的交易模式大概是什么样子的。1. 交易周期。2. 交易技巧。3. 仓位管理。4. 风险控制。5. 交易纪律。5大要素有机结合，再根据市场环境灵活修正，就能构成一套完整清晰的交易体系。而单独将其拉出来，专门应对某种情况时，
就是一种交易模式。很好，这位同学讲得很不错。韩烈哥在说什么？我完全没听懂。期末考试的时候，你交一张填了名字的白卷上来，老师给你打95分。真的假的？烈哥牛啊！老师，你这要求也太超纲了，而且我还是想靠自己的实力拿满分。哼，狗男人还真是臭屁。不过，如果我说的不好，老师你可不能撤销之前那个奖励。老师许诺给你的还能收回来不成？你小子真是。再说了，我相信我的学生们，你可以做到的，他们同样也可以。这才上了几堂投资课，就算我能说清楚，他们未必能听得懂啊。不过上都上来了，俗话说得好，教人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索性趁此机会，把先前的思考和总结都拿出来梳理梳理吧。更何况这也是个不错的拉拢机会。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我在自我介绍时和大家提到过，我之所以学习金融，是因为我想要在这波澜壮阔的市场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积累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进而实现自身价值，最终成为一个俗气而又善良的有钱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仍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同样的，我还说过，我期待能结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与我一同前行。我会证明我为这个理想而付出过的努力，并且再次向有志于此的伙伴们发出邀请。我期待能结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与我一同前行。我会证明我为这个理想而付出过的努力，并且再次向有志于此的伙伴们发出邀请。现在我将展开交易模式这个课题，一个成熟而完整的交易模式，细节如下：第一，交易周期。交易周期是交易模式的核心，只有确定了接下来我们的操作理念和时间周期，我们才能一步步往里填充细节。啊，他真能讲出个所以然来？虽然这个学校不是什么好学校，但所谓高手在民间，这里有好几个金融大牛，未来都赚得盆满钵满。根据交易周期的不同，买卖技巧就要随之变化，而确认买点和卖点对于操盘者的技巧要求十分严格。如今已经用火腿这个马甲在线上笼络到了擅长写作的小黄瓜，而线下的进展也发展良好，起码现在已经彻底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个的要点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管好自己的手，根据市场情绪和自己对市场的把握，选择空仓、轻仓或者重仓。接下来要笼络的还有2个人，一个是郑磊，虽然这家伙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但他会在1个月后的炒股大赛中崭露头角。另一个是霞红娟，没记错的话，他和郑磊、段小艺在炒股大赛中名列班级前3。他和郑磊，一个行事大胆，一个小心谨慎，这样2个互补性的人才，不拉入伙简直太浪费了。当属于自己的交易模式成型，无论面对任何情况，我们都能找出一套预示的程序来应对。最后剩下的便是最难也最重要的事，严格执行。那些成功人士为什么能赚到钱？因为他们有模式，有纪律。那些韭菜是怎么亏钱的？因为他们没有模式和纪律，或者没有严格遵守这套模式，什么都没搞懂，什么都没弄明白，2眼一抹黑就往市场里冲，没常识，没定力，没方法，也没有决心。莽撞行事的代价就是完全脱离控制的亏损。交易模式的讲解就到这结束，感谢吴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虽然听起来很困难，但大家不要沮丧。我扯2句题外话，既然我们选择了这个专业，我们便已经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韭菜太多，我们才有了自己施展才华和专业性的空间。其实这件事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尊重市场，敬畏趋势，掌握正确的方法论，无论是投资炒股还是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别今天听点所谓的内幕消息，明天又学什么百胜秘籍，拥有自己的判断理解，再具备一定的常识，把这套思考方式养成习惯，我们就已经远远超越了其他人。我讲完了，同学们，希望我们能够共勉。
怎么大家没点反应？烈哥牛啊，讲得太好了！烈哥太帅了！原来，谢谢大家的捧场，这就是当学霸的感觉吗？潘潘，你还记得韩烈吗？不是前2天才一起吃过饭吗？当然记得。怎么了？嘿嘿，我找丁丁他们打听了一下，前段时间黄薇不是突然说自己搬出去住吗？据他们玩得好的那几个所说，那些天大黄灰头土脸的，一问他还要炸毛，肯定是在宿舍里挨欺负了。再结合丁丁和小北对韩烈那个敬畏的态度，我感觉8成就是韩烈干了什么。黄薇那家伙可不好惹，再算上丁宇和齐向北，3个人能被1个人给欺负了？这可不好说，我瞅着那韩烈不显山不露水的，甚至面对咱们潘潘的美貌都能做到不为所动。这人是挺有意思的，不过你干嘛突然提起他？又有瓜？被发现啦！隔壁金融班的吴老师不是出了名的严格吗？韩烈公然带笔记本去上课，还说自己是在进行模拟盘操作。模拟盘？他们金融班教学进度这么快？当然不是，他们进度和我们是差不多的。是韩烈那个家伙不但提前开始了模拟盘操作，还被吴老师叫上台讲解什么是交易模式。结果韩烈不但讲得很好，还激起了他们班上同学的学习欲。原本隔壁班上堂课人都凑不齐，现在却一副打了鸡血的样子。他不但为人处事很成熟，还是个超级大学霸。这样的人一看就能成大事，怪不得他这么受欢迎。能不能成大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呀，天天就喜欢到处八卦。不过，韩烈确实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韩烈，昨天你说的那些，我回去以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整理出了笔记，可以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吗？整体思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什么时候最好都不要满仓，要给自己留出做题的空间。管理好仓位是我们战胜人性的第一步。人性贪婪，一旦上头便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明白了。那关于风险控制这块韩烈就随便叭叭几句，倒还真有人上赶着去请教啊。随便叭叭几句？要不下次吴老师的课你也上去随便叭叭几句，看看你能讲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韩烈讲的东西对我有用，向他请教，关你什么事？烈哥讲的东西确实没问题，但全部都是些老调重弹的内容。你要是真的想学，可以去淘古吧多看看那些真大神发的帖子，对你的帮助更大。没有人的成功案例是可以完美复刻的，没有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迟早也要变成被割的韭菜。况且老吴说了，韩烈的思路和想法整体上是自洽的，很有学习价值。自洽是什么？是一个可重复、可验证的闭环。虽然想在市场上赚钱，并不需要一套完全自洽的理论或模式，但在不断的验证中，逐步完善这套体系的同时，昨天狗男人被老师叫上了讲台，对于他所讲的内容，我不明觉厉，但根据吴老师激动的样子来推测，内容肯定差不了。他的表现落落大方，十分自信，讲述时言简意赅，逻辑清晰。我突然意识到，当一个人拥有了一套自洽模式，且在实践中不断修改调整后，便能使用这套模式换来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狗男人身上那股强烈的自信是来源于此吗？与盲目自大，不是莫名其妙的骄傲，也不是父母、财富、权势等外在条件带来的高高在上不同。狗男人表现出的是完全独立，完全属于自己，仿佛经得起任何检验的自信。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真帅！大家之所以会觉得韩烈帅，也并不是因为狗男人颜值有多高，而是他气场足够强大。霸道总裁人格魅力的根本是什么？是那种掌控全局的自信感。我和火腿的作品男主韩烈也，他同样也应该有一套这样的东西。他的为人，他的暴力，他的魅力，通通源自于此。席梦君崇拜强者，渴望能被征服，他才会那般炽烈地爱上韩烈也。
而席梦君的姐姐则是在韩烈野的暴虐中对其产生了情感，一边想要逃离，一边又渴望能继续在这样的折磨中找到刺激。他是被驯服了吗？虽然不想承认，但我确实对韩烈有着名为崇拜的情绪。从认识他开始，我几乎都在被这狗男人牵着鼻子走。尽管我可以表现得比他更加高冷强势，但我知道我并没有他那样的底气。狗男人虽然有时候气人了些，但他的学识能力自信并不是他装出来的。这才开学多久，他就已经搞定了大3的高数以及全部的专业课内容，甚至拿到了吴老师的特赦。只要他想，明年5月插班生结束，复大交大他都能随便挑着去。明明我说过要努力超过他的，现在却因为一些小事闹脾气浪费时间，而我在闹别扭的时候又让人家领先了我一大截。要不就借着昨天的事情借坡下驴，和狗男人和好吧。这群人怎么全都撵过去了？烈哥，你肯定不是刚刚接触股市吧？在国内真的能做价值投资吗？价值投资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做，但你确定你所理解的价值真的符合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吗？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像徐阳那样厉害的大神？交易技巧可以在网上找找，或者在有炒股比赛的时候盯住头几名。大家不愧是学金融的，问题都问得很有含金量。只不过这些问题的时代特征太强烈了，到底是横跨了10年时间，未来与现在的市场环境截然不同。现在的时间点，股民们既热情又简单，那韭菜割起来一割一大片，肯定舒服。哪像未来啊，人人都有技术，散户和平游资，市场情绪变化莫测。那群新生代大佬分享了太多心得的技巧，培养出了太多堪称高手的个人投资者，再算上一些半场杀入的黑马，场面那叫一个混乱。韩烈，我总觉得最近股市的热点轮换有些不对劲。是啊，大盘蓝筹持续性流出，熊市是不是还要持续很久？等一下，你们一个一个问。韩烈，关于交易模式，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小黄瓜。可恶！可恶！可恶！班长，我先回答他们的问题，先来后到嘛。那个狗男人！烈哥，我这里看不太懂。火腿，我都拉下脸来主动和他说话了，他竟然一点特殊反应都没有。那2个丫头也真是的，前一天还在担心狗男人出丑牵连到他们，今天又一个个上赶着粘上去。小黄瓜这脑补能力真不愧是写小说的，我倒是哪有这么过分。班长稍等，同学们也一个一个来，我也不保证我讲的一定都对，但可以把我的思路分享给大家。烈哥真好，烈哥这么热心，下次休息的时候来给人家补课呗。啊？当时明明就是于韵和方菲菲先动的手，和我有啥关系啊？不过小黄瓜在线上如此放飞自我，是因为他线下要维持自己的高冷女神人设压抑太久的缘故吗？不，虽然他线上和线下表现出的性格完全不同，但骨子里的高傲并不会消失。这姑娘看着好骗，实际上她心里跟明镜似的，一切的行动都是她权衡利弊后的决策。若不是他在《霸总女神》这部作品上看到了希望，是不可能付出这么多心血，对火腿这么热情的。谁喜欢他了？你别胡说啊！我只是纳闷儿，明明都是同龄人，他为什么会那么优秀而已？那这简单，你变得比他更优秀就好了嘛。咱们认真把这本书搞好，到时候直接把成绩甩他脸上。班长真厉害，我要当你的书迷。你说的对，就这么办。那你可得集中精力把剧情写扎实点。一部成功的作品
根基始终是剧情与人物，千万别浪费我的付出哦。我就说吧，这丫头心里想的比谁都清楚。虽然之前被她搞过，但她对自己的严格以及她的优秀，却是我无法否认的。这一世攻守互换，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真是令人期待。收到，放心，咱们二瓜同心，其利断金。二瓜同心，这个名字也太呆了。赌对了，我就知道这本书肯定能火。等第一波推流开始，我便朝着成功又迈进了一大步。我记得狗男人说过，他也想写小说，可惜不会写。哼，到时候我就把我和火腿写的书拍他脸上，让他管我叫大大。啊，不过有个坏消息。坏消息？你不要吓我啊！什么坏消息啊？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波推荐，推荐期每天爆更3到5章，现有誊稿可以支撑1-2个月。然而11月到1月期间有炒股大赛，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把太多心思放在小说上。期间再算上其他推流的爆更，很可能忙不过来。其他剧情倒好说，除了……我还以为是出什么大事了呢，吓死我了！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咱们的书出了啥大问题。1000字40的价格，已经碾压很多枪手了。火腿这么新人物，我也不能拖后腿。火腿老板大气，那我试试。解决，这样压力就少多了，还收获了小黄瓜的感激，一举两得。别说小黄瓜了，我自己也没多了解啊。看网上的那些能有用吗？啊，等等，之前系统不是给了个什么套装吗？光看些资料，哪有拿到实物来的有用啊？班长啊，班长早啊，你也来跑步？哼，怎么，就你能来？他不是大1下半学期才开始健身的吗？怎么提前了？哼，不就是早起跑步吗？我可不要被狗男人比下去。不对，西路亭，你不能这样单方面怄气，你这样只会显得自己不够成熟。放平心态，放平心态。算了，既然都碰上了，那一会儿一块去食堂吧。反正于韵和方菲菲也约了你，终归是得坐在一起吃饭的。好啊，难得班长主动邀请我。行，那我先继续跑了，随你。不一块跑？快递，大件吗？班长，就你这小身板，要不我来帮你搬？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怎么会？只是女孩子力气本来就小，我这不是在关心你吗？哼哼，那我谢谢你的关心。哎，你在这等着，我自己找。好，好，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找到了。找到了。火腿这家伙竟然配合着我一块用了男女主的名字。是啥玩意儿啊？笑得这么开心？哼哼，关你什么事？当然关我的事。为了送这个礼物，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的。啊，你要去哪儿？要你管。韩烈，关于你上课在课上说的那些话，你真的觉得自己能在股市赚到钱吗？为什么不行啊？因为国内的市场更像是一个赌场，庄家和机构吃人不吐骨头，没有关系也没有内幕，那不就成韭菜了吗？你作为一个未来的专业人士，居然是这种想法？你都这么想了，那你学金融的意义是啥？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说的这不是事实吗？当然不是。你平时不看相关资讯吗？首先，赌场是没有逻辑，只有概率的绝对平衡市场，不存在任何趋势。而股市的每一次牛市，每一次板块集体异动，都有着内在逻辑。我们学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掌握那种逻辑，然后跟随趋势获得财富。趋势走坏的时候，学会止盈止损，才是赚钱的基本法则。其次，你所谓的庄家，其实已经很少了。刑法中第128条例就是专门给狗庄准备的，庄家横行的时代早就结束了。只要你留意行内新闻，就会发现每年都有几百号人被送进去踩缝纫机。啊？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你记住，那些所谓的新玩法，只要沾上内幕交易，迟早都会被清算。千万不能投机取巧，什么单车搏一搏变摩托，那都是忽悠你上当的。言之有理。你怎么懂得那么多啊？大概是因为我有梦想吧。以我原先的阅历与知识，就算重来一次，我也只是个活得比较通透的普通人罢了。但既然有了系统，为何不拼搏一把，活出个精彩人生呢？梦想啊？是啊，班长你应该也有梦想吧？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办到的。真的吗？但我好像什么都不懂哎。这有什么？我可以教你。哼，你会这么好心？真了解我，认我当师傅，再孝敬点学费，我手把手教你。谁要认你当师傅啦？还学费呢？请你吃顿早饭不能再多了。烈哥，婷婷，起来了。菲菲呢？她还没起呢。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我们跑步的时候撞见了，刚好一块儿过来。是啊，班长主动邀请，鄙人受宠若惊。就你话多，走了，赶紧打饭去。大早上脾气别这么暴躁，我只是实话实说嘛。谁暴躁了？我现在心情好着呢。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婷婷和韩烈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火锅店的事让婷婷对韩烈改观了吗？她明明前几天还说要和韩烈冷战啊。烈哥，那咱们今天吃什么呀？盖码饭、麻辣烫。今天班长请客，他做主。你怎么天天大早上吃这么重油重盐的？婷婷要请韩烈吃饭，为什么？班长关心我，那我吃点清淡的。我这是吐槽，不是关心你。他们之间到底又发生什么了？烈哥，你还真跟着婷婷吃清淡的？学校这牛肉面里又没有多少肉，吃个狮子头吧。偶尔吃一次清淡的也挺好。余韵现在这个状态，我可太熟悉了。明明放低标准就能找到合适的人，却非得惦记着高配，在明知希望渺茫的情况下，还要执意去迎合对方，却从不想着提升自己。烈哥，好久不见，二位，早上好。嘿嘿，啊，早上好啊。烈哥，我感觉气氛怪怪的。烈哥，另外一个大美女呢？她今天不在啊？我早起跑步，她爬不起来，还在睡觉呢。不过你们起得也挺早啊。还好吧，7点15分，时间刚刚好。我要是住校，每天早上都是这个时间来吃饭。怕麻烦？是啊，怕麻烦。挺好的。这狗男人，不就是和潘哥吃了顿饭吗？这副默契十足的样子，还莫名有种 CP 感，真不爽。韩烈，按照你的规矩，谁请你吃饭，你听谁的。吃饭吃完再唠嗑。这是在宣示主权吗？他对韩烈有意思，或者是在找回上次的场子？行啊，班长请客，那我当然听班长的。烈哥，你这也太没立场了吧！明明是我先约的你。我的立场很坚定啊，你约人，他请客，谁来买单站谁的台，公平公正，童叟无欺。
哼，算你有点良心。大哥，还是你牛，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且理直气壮之人。人不要脸才能天下无敌嘛。怎么样，你想不想体验一次 VIP 级待遇？那可使不得，就我那点生活费，我自己都不够吃的。对了，你找潘潘呀？潘潘不是说下次请你吃饭吗？潘潘一周的零花钱够我们吃1年的食堂啦。那不行，偶尔蹭一顿就算了，我现在1日3餐可是被安排的明明白白，更何况让潘潘请食堂那多浪费啊！哪天在外头遇到了，蹭他一顿望江阁，那才叫舒坦。好啊，如果有机会遇到，我请你吃望江阁。不过先说好，你可别突然掏出戒指来吓唬我。戒指？什么戒指啊？望江阁是一家坐拥外滩最佳观景台的私密餐厅，可以和餐厅管家提前沟通定做布景。简而言之，是一家仪式感很强的餐厅，号称魔都求婚圣地。潘小姐放心吧，我也不是非要去望江阁，随便哪家5星级餐厅都行。难得有幸，必须蹭一顿好的。戒指，求婚圣地，一个婷婷我都搞不定，现在又冒出来一个潘哥，而且人家潘哥家里有钱，长得又漂亮，和韩烈凑一块，简直是男才女貌。必须把话题引回来，掌握主动权。婷婷，你买了什么啊？我能看看吗？还挺轻的呢。不是我买的，是一个朋友寄来的。哎，什么朋友啊？咱们做闺蜜2个月了，怎么没听你提起过？该不会是那个每天晚上和你聊天的人吧？余韵这个家伙，瞎说什么呢？再说了，难道我每个朋友你都得认识？万一是班长的追求者送的礼物，你当众给人家拆开了，多尴尬呀！瞎说什么？这只是我让朋友帮忙代购买的东西，一些首饰而已。喏，你这么喜欢，刚好帮我拿着。唉，如果是你喜欢的款式，你拿去戴2天都行。真的吗？婷婷你真好。满足了吧？你想拆的话，回去随便拆。我出来跑步没带裁纸刀。嘿嘿，没想到吧？我随身带了小修眉刀。呀，好好看的包装啊！嘿嘿，就喜欢这种拆盲盒的快乐。这家伙怎么连修眉刀都随身带着？啊，对不起啊，婷婷。这是婷婷。怎么会是这玩意儿？婷婷，你还是自己收着吧。你之前不是好奇吗？送给你了，姐妹场，不用和我客气。这不就是这东西的造型，不就是我家狗狗的牵引套装吗？这不就是拿来遛狗的吗？不对，等等，这个不是我买的。完了，这下解释不清了。没关系的，你买什么都行。就席路亭这性子，一会儿怕是要大闹一场了吧？能看到这么一出大戏，这食堂真是没白来。我们还有事，就先撤退了。大家拜拜。狗男人，你笑什么笑？就是觉得你们女生之间相处很有意思啊。不准笑，不准你笑我！不但被潘哥看了笑话，还要被狗男人当乐子。打这家伙一巴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反倒是我自己的手给打疼了。他怎么也不帮我说2句话，每次都这样，就像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似的。还有潘哥，说不定他现在正在背后悄悄唠我呢。婷婷，你怎么哭了呀？哎呦，别哭呀，这么多人看着呢。烈哥，你快说2句话呀！这表情是什么情况？是啊，余韵说的没错。哎，好多人看着呢，这只是一件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刚才已经帮你把东西装回去了，你先把眼泪擦擦，我去给你买一支冰淇淋，吃点甜的，然后就不准哭了，听到没？我去给他买冰淇淋，
你帮忙看着点他。啊？哦，知道了。为什么？韩烈平时不是最看不惯婷婷的强势与任性吗？但他刚才不仅纵容了婷婷的任性，现在还要去买冰激凌哄她。等等，韩烈一直以来说的是他不喜欢席路婷的性格，却从没明确说过他不喜欢席路婷。他所谓的没兴趣，只不过是一种激将法罢了。韩烈对婷婷爱答不理，甚至利用了我和菲菲，为的都是彻底碾碎婷婷的骄傲，让她把所有的脆弱都暴露在自己面前。感情我把情敌按倒猛揍一顿的行为，其实是给我喜欢的人打了一场漂亮助攻。这狗男人，他可太行了。可是我还是不甘心。别人演坏蛋，你给冰淇淋，狗到此番境界，值得进行嘉奖。恭喜宿主获得消费赠品甜蜜的奶糖，它来自一场苦涩的意外，却散发着诱人的甜蜜气息。喂给某人吃下后，在甜蜜奶香消散之前，将提高他对你的顺从度。嚯，这赠品来的可真是时候。余韵，你先去教室吧，我在这儿陪他坐会儿。他现在这样子，可没办法去上课。那好吧，那我先去给你们占座，你们别迟到了哦。如果有需要，烈哥记得给我打电话。知道了，你快去吧。我不要你陪，你也走。刚才余韵走的时候你咋不提？现在这种情况了，还在这儿傲娇着呢。快起来，我给你买了甜筒。拿走，我才不吃。真不吃？不吃，走开。但我买都买了，要不然你吃一口，我告诉你怎么解决今天这事儿。真的？你发誓，你真的会给我出主意啊？我发誓，我一定会给你出主意。哼，我勉强信你一次。怎么边哭边吃啊？我吃了，吃完了。快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很简单呐，直接公开吧。哦，怎么公开啊？公开什么？公开你的爱好啊！切，宋哥，疼！你怎么乱咬人呢？我的办法多好啊！我咬死你得了！我就知道你这家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就不该信你。不是，我咋就是狗嘴了？你想，你觉得人言可畏，怕大家笑话你，那你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就好了嘛。你都放弃治疗了，到时候再冷着脸强势一些，大家最多就感叹一下，谁还会嘲笑你啊？你的意思是，让我从今天开始装女王？就你平时那气势还需要装？小皮鞭往手里一拿，谁不得管你叫一声主人？你少来！谁要当女王啊？你肯定没安好心。哎，你当女王，我又占不到任何便宜。你愿意甩鞭子，我还不愿意挨这个打呢。谁要甩鞭子了？你这家伙怎么张口就来？我只是想稍微体验一下，还不是工作需要。啊，不是，算了，真是越描越黑。我不和你解释了，反正你也不懂。我确实不懂，不过我相信你有足够的理由，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别人的理解虽然重要，但难道我们要因为别人的不理解就放弃自己要做的事吗？所以你不用和任何人解释，做你自己就好。心情好些了吗？想不想吃颗糖？我记得有专家说糖分可以舒缓心情。你这家伙平时那么狗，关键时候还是挺靠谱的嘛。小黄瓜呀，小黄瓜，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上套了呢？啊，话说回来，班长，你刚才说你想稍微体验一下那玩意儿，到时候需要让我来帮你。反正他是男主角，我是女主角，这段内容也要我自己来写，就当是替我姐姐提前感受一下。那就麻烦啊，我哪来的姐姐？那
只是小说，不是现实啊！哎，你又想忽悠我，狗男人，你做梦去吧！我要去上课了，告辞。啊，真不再商量商量啊？我就知道想忽悠住他没那么容易。如果那么轻松就把他给忽悠到手，那他就不是席路亭了。那奶糖乍一看很 bug， 实际上却有着严格的限制，突破人家底线的要求基本不可能被满足。但借着这个机会，在他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倒也不亏。上辈子的他对我来说，甚至能称得上可恶。用我背锅，拿我出气，我能见到的只有他强势的一面。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不同价值的人，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冰冷残酷。现在的我足够优秀，足够有价值，能够压得住他，所以他在我面前才会展露柔软可爱的一面。越强的人受到的优待就越多，自我提升才是永恒。回去继续研究我的交易模式喽。2014年可谓是最好的时代，不提那持续了1年半的大牛市，单看现在的市场环境，都足以让懂行的人心生狂喜。股票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买一卖，只是后来分享技术的人越来越多，韭菜们也越学越精，技术的升级迭代速度变快，才显得纷乱复杂。虽然看了几天盘，感觉也就那样，全是些老套路，现在进场肯定杀疯。但我手里那点本金，还是抓紧机会打磨交易体系吧。大哥，你没去上课呀？哎，今天出大事了！我拿了特批，上午这2节课不用去。出啥事了？难道是小黄瓜那事被传开了？你没听说吗？你们班上的那个席路亭的事儿。什么事？今天课间的时候，他来我们班找潘哥，然后调戏人家了。啊？这是什么情况？席路亭和潘哥？是啊，大哥你当时不在场，那画面简直了。当时我们刚下课没一会儿，席路亭就到了咱们班门。他虽然面上带笑，但浑身散发着一种很不好惹的气场，当场表明了自己是来找潘哥的。潘哥估计也不知道发生了啥，就朝席路亭那儿走了过去。席路亭，你找我有什么事？哎，说是迟那是快，席路亭一把就抓住了潘哥的手。怎么，没事我就不能来找你了？把人给抱进了怀里。哎，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们也没听清，就看到潘哥突然红着脸推开了席路亭，而席路亭呢，被推开后也没生气，只是邪魅一笑，对着潘哥来了一句：“害羞了？别害羞啊，那个礼物是送你的。”说完这话，席路亭就拍屁股走人了。潘哥愣了大半天，边上一大堆人围着他，问这问那，是啥情况？是啊，大哥，你说那礼物会是什么东西啊？让潘哥脸红成那样。啊，我哪知道啊，估计是啥好东西吧。虽然我让他直接公开，但我没让他这么公开啊。啊，不愧是小黄瓜，做事果决狠辣，还不忘把利益最大化。在自己身处舆论之时，把自己的敌人也成功拖下了水，让对方成为了被动方。想必潘哥也没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吧。哎，大哥，你和席路亭是一个班的，你帮哥几个打听打听呗。你一大老爷们儿还在这儿听2个小姑娘的八卦呀？我就是好奇嘛。我要出去吃饭，你俩呢？哎，我们吃过了，昨晚通宵，下午打算补个觉。哎，对，大哥你去吃饭吧，食堂现在不用排队。那我下午去上课，不回来打扰你们休息。我走了，拜拜。哦，好的。谢谢大哥，大哥真贴心。烈哥，你上午没来上课，出大事了。你激动什么？我当然激动啊！你都不知道当时婷婷姐有多帅，直接摊牌。你想，婷婷姐和潘哥都是大美女，他们要是那个啥，那个画面绝对很唯美。不过方菲菲怎么突然和小黄瓜变这么亲近了，连婷婷姐都叫上了？烈哥，咱们一块去吃饭吧。吃完饭我还要去找婷婷姐呢。
现在小黄瓜以这样特殊的形象提前登上了人文大舞台，不但斩男还斩女。值得庆幸的是，方菲菲之前对我的那股狂热崇拜，现在似乎都转移到小黄瓜身上去了。但就算没了个方菲菲，也剩下个余韵。她和小黄瓜现在算闹掰了，可方菲菲又一直不对付。那丫头可是个硬茬子，没那么容易放弃。如今这情况，她恐怕会缠我缠得更紧吧？那可咋整？烈哥，你怎么了？没什么。如今这情况，乱，太乱了。啊，等等，我不是还有那身为罪魁祸首的小浩在吗？我真蠢，都怪鱼，怎么会有人随身带着修眉刀啊？暴怒的女人好可怕啊！我当时就是脑子抽了，余韵就是故意的，不但故意拆我快递，还想在我男神面前给我贴标签。男神？谁？感情这男神说的是我啊！我什么时候晋升成男神了？虽然他逃得干脆，但内心的想法多少还是被影响了一些。在韩烈面前不敢承认，但在火腿这里却是毫不避讳了。不过他竟然能发现余韵的用心险恶，再往后的记录就是他看到火腿一直没上线，决定跑去找潘哥算账了。看他的说法，果然是故意而为之，要带着潘哥和他一块上热搜。没回消息，估计是在吃饭吧。发酵了一上午的时间，估计现在全人文都在讨论这件事。果然是大热门事件。烈哥，我这里有空座。韩烈，你过来，我有事和你说。好家伙，一上来就是两面包夹呀！班长，有事吗？哼，算他识相，没跟着余韵抱团。刘红刚才找我谈话了。刘红找你了？是说上午你找潘哥的那件事吗？不然还能是什么事啊？按照他的意思，是想要把我班长的职位下来，说不准还要通报批评。他扯犊子呢，一点屁事儿，能用得着通报批评？平时不管事儿，涉及国教院那头，替别人出头的速度倒是挺快。哼，这是的，有几个人能不是势利眼？现在麻烦的是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刘红那种人就是这样，没事的时候都想抓着人的把柄敲出点好处，顺带彰显一下他的权威。不过解决这件事也很简单，你听我的，下课以后你去送点礼，然后私聊他，写个作文检讨书给他就 OK 了。就这点破事还需要送礼？难道你想体验一下天天被老刘盯着的感觉？行，那听你的。这么干脆？班长，其实我还挺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哼，别在我这嘚瑟啊！现在的我可不是以前的我了，小心我分分钟就把你的饭票全勾走。嗨，你这女人怎么翻脸不认人，用完就丢啊？亏我给你出了这么多主意，太不道德了。切，说的好像你就很道德一样。咱们半斤8两。行吧，咱俩不分伯仲。那你爱咋搞咋搞，要是搞出事了，可别又来找我出主意。还有什么事能比我社死更严重？反正我已经豁出去了。你也看出来了吧，我和潘哥不对付，要是不拿出点态度出来，我这辈子都收拾不了潘哥。好，那你加油。你们女孩子之间的恩怨我不懂，祝你早日成功。做人嘛，在不伤天害理的情况，自然是要随心所欲一些，管这么多干嘛呢？恭喜你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撺掇，等级1，好事我干，坏事你来。与忽悠同时使用，可以起到甩锅的效果；与拉扯同时使用时，撺掇的效果将被加强。谁狗男人啊？谁无毒俱全？我那是正经提建议，不是在撺掇人，好不好？切，呵，什么狗屁技能，
我才不浪费经验给这玩意儿升级。话说，霸总女神的数据现在也好起来了，接下来应该就能看到收益了吧？等这笔钱到手了，该用来做些什么呢？啊，怎么会这样？这玩意儿为啥会自己升到2级？我啥时候撺掇人了？火腿，我在后台看到咱们的书神榜成功了。火腿和料事如神，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的小迷妹。嘿，谦虚谦虚，咋啦？你不当你男神的小迷妹了？这是2回事啦。在写作方面，我是你的迷妹；在为人处事方面，我是他的迷妹。各论各的，不可相提并论。你还好意思问？当然是已经解决了。说起来，这件事还是我男神帮我出的主意呢。行啊，10句话8句都和你那男神有关，都管人家喊男神了，你不去追追看，就知道天天来我这儿碎碎念，这能追到人？追韩烈？我吗？先不提我活到现在从来没主动追过人的事，他现在白天闭关建立交易模型，晚上又不喜欢回复消息，压根儿见不着人。你不试着约一下怎么知道呢？确实。韩烈，早上好啊！班长，早上好呀！你这身装扮是要和潘哥去玩啊？哼，你想啥呢？潘潘回家了，今天不在学校。你复盘结束了？附近新开了一家密室逃脱，你对密室感不感兴趣啊？复盘倒是不需要，但是你想让我陪你去探店，为啥不叫方菲菲？她肯定愿意陪你去。切，就方菲菲那智商和胆子，我才不和她一块儿呢。去不去啊？刚好我有些知识点没弄懂，我们还能借着机会讨论讨论。行啊，去呗。不过我讲课现在可是要收费的，班长带学费了吗？密室的门票加1顿午饭，够了吧？勉强够了。你在这等等，我回去换身衣服。赶紧的，我已经预定好了。好啊，你这家伙早有准备是吧？班长啊，你突然约我出来，除了探店和问题目，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他察觉到了。怎么办？火腿可没告诉我这情况该怎么回话。我要直接表白呢？但我其实也没喜欢他到那种地步啊。哦，是不是你和潘哥发生什么事了？啊？哎呀，没事的，小婷婷，有啥事就直接问我，我可以给你出主意啊。我可是妇女之友。是个狗男人。你在脑补什么呢？我是没其他玩得熟的人能喊出来才喊了你的，不找你我能找谁？哎，你咋老动手打人？你自己手不疼啊？还有，你说的密室是不是这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嗨，要进去吗？班长。啊哈哈，抱歉，是不是吓着你了？我只是好奇，你有什么知识点要问我？大哥，这知识点我非得现在就问吗？我们在玩恐怖密室啊！哎呀，我这不是寻思活跃一下气氛吗？你看起来很紧张。哎，要是现在突然窜出来一个鬼，拿着电锯问你，请问最近2月 A 股走势如何？该如何进行判断？你觉得是题目吓人，还是鬼更吓人？我觉得都吓人。最近课上的内容，我已经开始听不懂了。不知道老吴为什么要突然开始赶进度。我对数字这些本来就不太敏感，或许我真的不适合学金融。学这种东西确实需要天赋。有天赋的人在学习的时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没天赋的人却需要付出双倍甚至更多的努力才行。至于赶进度这事儿，你没关注吗？11月有一场炒股比赛，过2天应该就要开始报名了。
天赋不够，努力来凑。不去试试，你怎么知道自己不行？炒股比赛，我完全没听说。没电了！可恶，吓死我了！就你这胆子，你还说人家方菲菲呢？我哪知道 NPC 会秃脸啊！而且那电锯的动静多吓人！不过，你刚才说11月有炒股比赛，为什么我没听说过？吴老师之前私底下和我说的，但我记得群里楼志他们也提到过这个比赛。班长作为群主，没有看到相关消息吗？是错觉吗？怎么感觉他态度突然变冷淡了？他们有说过吗？可能是我没看见吧。之前你说要努力超越我，我还寻思你会多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呢。听说你那群追求者最近因为你和潘哥的事咋呼得很厉害。不是我想瞎猜，但班长你突然拉我出来，不会是想用我来转移仇恨吧？还是之前那句话，班长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我不想被牵扯进去。我只想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创业上，没时间应付那些事。你好，结一下账。我要先回去了，班长你慢慢吃。等等，韩烈，我不是那个意思。虽然我现在确实惹上了这方面的麻烦，但我没想着要用它挡枪啊。是我草率，竟然把这茬给忘了。也不怪韩烈误会，这情况换了谁都会多想。就现在这个节点上，不管是谁凑到我和潘哥面前，都会被那群追求者激活。不过这家伙竟然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不找他就不找他，我找潘哥去。谁啊？天天在学校缠着我也就算了，我都回家了还不放过我。哼，天天逮着我一个人欺负是吧？可别怪我把水彻底搅浑了。潘哥，他哪来的我微信？这个时间点他跑来加我，估计是小黄瓜又去找他了吧？他想把我给拖下水，用我来压小黄瓜一头。半小时后出发，时间应该刚好。虽然只接触了2次，但明显能看出席路亭那家伙被韩烈克得死死的。哼哼，只要我把韩烈拖下水，还害怕搞不定席路亭那个女疯子吗？席路亭，你给我等着！不好意思啊，今天可能不行。上午我和同学去密室逃脱，本来也要一块吃午饭的，但突然有点急事，保守估计要忙到晚上，这顿饭应该是蹭不到喽。他拒绝我了。要是换了别人，就算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陪我出来。好的，那你忙你的，我们下次再约。密室和女生一块吗？一大早的席路亭突然约我吃午饭，还说是被沽了。沽他的人该不会就是韩烈吧？他也想把韩烈拖下水，为了什么？为了转移那群追求者的注意力。我还奇怪着韩烈为什么要特地补充中间那句话，他分明就是猜到了我为何要加他。他之所以突然爽约，没和席路亭吃午饭，是因为他看出来席路亭的念头了吗？真有意思。怎么突然感觉背后凉凉的？肯定又是小黄瓜在念叨我。刚才对小黄瓜借题发挥，他应该能察觉到我的意思吧？虽然每天看美女们贴贴确实有意思，但他要是因此不顾学业，也不管我们的写作大业，那可就不太妙了。火腿大大，稿费已经打过去了，合同你签完字记得寄回来哦。小几百万，这么多吗？霸总女神全文预计在55万到80万字之间，
归类是现代言情。虽然现言的收订比在本站是顶尖的，但影视版权并没有古言好卖。毕竟现在市场流行的是古偶剧嘛。虽然炒股技能现在才3级，但炒股的事不能急，现有的经验在如今的环境中已经够用了。稿费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就投出去换成了经验，加上之前剩余的，还有17万。小黄瓜的整体写作技巧大概在3级，但单论文笔的话，大概能到4级半。更何况他进步的速度很快，用不了多久就会赶上来。霸总女神之所以能火，是因为它是一本领先时代的复仇型爽虐文，吃到了太多时代红利。要不是有小黄瓜进行润色，书的成绩可能连现在的1/10都没有。总之，先把写作技能升到4级再说。蟹膏6银皮1份，蟹粉奥黛1份，虾蟹两面黄1份，大闸蟹来4只。哦，对了，要半斤以上的公蟹。哎，你能喝酒吗？他们家的黄酒配上大闸蟹，简直一绝。你还有其他想吃的吗？好啊，客随主便，潘小姐决定就好。点太多也吃不完，不够吃在家吧。嘿，好不容易你有空了，这不得吃得尽兴一些？从10月底一直约到11月初呢，可算是把你请出来了。没办法呀，我也不想的，只是真的太忙了。虽然不想被卷进来，但他把姿态放得这么低，拒绝1次2次是欲拒还迎，拒绝3次，那估计以后朋友都没得做了。课程很多，还是因为炒股赛的事？是比赛的事，难得的机会，想努力争取一下。那真是辛苦你了。哎，不聊这个沉重的话题了，你觉得这家店怎么样？潘大小姐安利的店，那肯定错不了。更何况有你在场，这地方简直蓬荜生辉。哟，你这嘴可真甜，我还以为你会嫌弃这里装修太差了呢。我的职业道德有口皆碑，一向特别尊重金主，请我吃得这么好，可见你人美心善，必须多夸2句。怪不得余韵他们黏着你，你说话真有意思。和人交往嘛，提供情绪价值是应该的。坏了，潘哥和小黄瓜余韵他们压根不是一个级别的，完全猜不透他的心思，也拿不准他想表达的真实含义。台词、语气、神态，3级心理学都不够用了。不过没关系，只要多接触，分析出大概的心理活动，还是没有问题的。2位客人点的菜来喽，客人慢用，有需要随时喊我。哇，好香啊！不愧是潘大美女选的店。说起来，潘哥真不愧是千金大小姐。10月吃母蟹，11月吃公蟹，这还是我在听别人吹牛的时候才知道的冷知识。10月的母蟹蟹黄满而肥美，而11月的冷空气一来，公蟹蟹膏成型，最是鲜甜美味。怪不得大家都说跨越阶层交朋友是难事，差距都体现在这些细节上了。不单单是在吃的方面，在日常言行、为人处事上都能看到区别。不过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当个快乐的普通人也挺好。哎，你先别吃，我拍个照发朋友圈。这个角度真不错。手机先吃的这个习惯，就算是有钱人也不会免俗啊。等等，我观察过他的朋友圈，王宝和这个级别的美食打卡，也值得他拍照打卡？阴谋，其中肯定有阴谋。记得给我朋友圈点赞哦。好了，开吃。行啊，不过我平时都不咋看朋友圈。他不会把我也拍进去了吧？果然把我拍进去了！不但露出了我的身影，还特地展示了一下双人份的摆盘。草率了！我明明都知道他约我出来肯定是为了对付小黄瓜，却还是中了他的圈套。来，快尝尝这个，是这家店的 TOP 1美食呢。哟，楠楠和朋友出来吃饭呀？爸。哟，楠楠和朋友出来吃饭呀？爸。爸，
庞叔叔、张叔叔，好巧啊！确实巧。你庞叔叔呀，惦记着这一口蟹膏，我们约着聚聚，喝点小酒。哎，喝酒的事儿别跟你妈说啊，记得帮爸爸保密啊。知道了，我会替你保密的。偷偷出来喝酒，妈妈知道了准要念叨你。我相信我的小棉袄不会出卖我的。哎，对了，你还没给我介绍介绍你这位同学呢。潘叔叔好，我叫韩烈，是潘哥的校友。哎呦，校友啊，真不错，真不错。我们家楠楠啊，从来不和男孩子单独出来吃饭，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还有这回事啊？哎呀，这下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怎么回事？交朋友这件事啊，叔叔我是特别支持他的。小韩，你不用有太多心理负担，只要性格上合得来啊，其他的都不重要。不错，身子骨挺结实，是平时有在锻炼吧？哎呀，就是太瘦了点，是不是食堂的东西不好吃啊？爸，潘哥他爹怎么这么热情啊？他对谁都这样吗？老潘，你可悠着点，别吓着孩子。小韩不错，脸上有棱角，眼睛里也有光，不像那些个小屁孩，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男孩子嘛，就是要多锻炼。我怎么感觉有人在内涵我呀？老张，你可别胡说啊！仅发表个人看法，不针对在场任何人。我倒是觉得这年纪多搞搞学业比较重要。哎呀，你俩咋还当着孩子的面拌嘴呢？啊！哎呀，爸，我就和朋友吃个饭，咋还在这儿聊上了？你们的包间在楼上呢，快去快去！好，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好孩子，你们慢慢吃，不够啊就加菜。不管你们今天原定谁来请客，这顿饭都算叔叔账上，不准悄悄买单啊！吃得开开心心就好，听到没有？好的，叔叔，您放心吧。反正我喜欢这小子，只要不文文弱弱的就行。还行吧，挺有礼貌的。我闺女交朋友有你俩啥事儿啊？咸吃萝卜淡操心的。那咱们继续吃？那不然呢？难不成我们跑路啊？爸爸真是的，这么热情干嘛？咱爸真有意思啊，他是做啥生意的？哦，还有那个张叔叔，我瞅着好眼熟啊。咱爸？你管谁的爹都喊咱爸吗？口误，不是故意的。哼，你要是敢现在上2楼当面喊他一声爸，你想知道啥我都告诉你。真的？那我真去了。哎，你是不是有啥大病啊？你的职业道德呢？啊？现在这顿饭不是你请客了，我有啥职业道德？哼，算你厉害。张叔叔，你能不眼熟吗？他照片还在咱们学校官网上挂着呢。他是人文的校长。至于我爸，其中一个身份是咱们学校的校董，只不过他从来不管学校的事。怪不得你要来人文读书。不过你为什么不高中毕业后直接申请个国外的名校呢？虽然你爹是人文的校董，但要从人文考出去还挺困难的吧？我听说国教院大部分的学生最终都只能申请到那些野鸡大学。嗨，我去哪里上学都一样，名校毕不了业，其余的和国内没有区别。而且我妈妈不希望我离她太远，她不放心。现在这个时代，老一辈的人思想比较陈旧，他们的生意太杂，所以基本不考虑子女接班的事。接班人的位置从来不是靠念个名校取得高学位拿了什么奖学金就能坐稳的。如果子女值得培养，那就早早进入企业慢慢敲打；如果没那个天赋，就干脆让他们做个富贵闲人，余生吃穿不愁，只要不惹事就行了。刻板印象的存在决定了他们对潘哥这样的女孩只有一个要求：尽早结婚成家。但潘哥这么聪慧的女孩就这么嫁作人妻，也太可惜了。所以你不打算出国了吗？再看吧。对于我来说，未来大体已经确定了，过程怎么样都行。哎呀，潘潘，
你也在这儿啊？吃螃蟹怎么约别人却不约我？你果然不爱我了。假，实在太假了。哎呀，明明就是瞅着朋友圈故意找过来的，还要假装是偶遇。啊，我知道为啥老潘对我这么热情了。老潘作为校董，还能不知道学校发生了啥大事？更何况这事还和他的宝贝闺女有关。感情老潘是担心自己的闺女被欺负啊。韩烈先生，潘先生有事找，请问您现在方便吗？潘先生，啊，爸爸找韩烈干嘛？那孩子看着是聪明，但你有必要对一个小辈这么热情吗？老张，亏你还是当校长的呢，你连自家学校出啥事了都不晓得。我听说老潘那闺女被欺负了，老潘估计正怕着呢。其实孩子们平时的玩闹我都是不干涉的，但现在的情况我不得不操心呐。楠楠还是得有一个对象照顾，我才放心。以后的生意也有人打理。楠楠虽然聪明，但把事业全交给一个女孩，我实在是不放心。这么多生意，要是累着她可咋办呀？找一个有能力的男人，他负责享福就好。老潘这意思是，他打算把接班人的担子落到未来女婿的身上。不管老潘是怎么打算的，不利用那就是傻子。可以稍等我一会儿吗？请进，请进。潘叔叔，打扰了。来来来，小韩进来聊。哎呦，怎么还带了酒啊？我想着空手来不好。潘叔叔，谢谢您的招待，我想给您和几位叔叔敬一杯酒。呀，小韩太有心了。不用和叔叔客气的。我家里从小就教育我，礼节仪式丢不得，更何况我是小辈，这是我该做的。感谢叔叔的招待，我敬您一杯。好孩子，那叔叔就受着了啊。您请。不错，倒酒动作标准，从主位开始依次倒酒，礼数周全，连碰杯拿酒瓶的细节都没有落下。这小子家里不简单呐，要教出这样的孩子，肯定是特地教育过的吧？小韩啊，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我老家是孟城的，刚到魔都还不熟悉，所以选择了先住校。老师留的作业不多，压力不大。孟城啊，是个好地方。叔叔喊你上来啊，也没有其他的事，就是想着我们楠楠很少和男孩子玩，能和你玩到一块儿，证明你肯定是个好孩子。想让你呢，平时多陪他出去逛逛街，聊聊天。你们放心，钱的问题呢，有叔叔在。叔叔您太客气了。其实我平时空余时间都拿来自学了，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不过潘哥确实喜欢和女生一块玩，刚才来了位同学，他们正在聊天呢。女同学嘛，我就说呢，她怎么没有跟你一块上来？楠楠的朋友我都熟悉，是谁来了呀？是我们班上的班长，叫做席路婷。叔叔知道了。那小韩，你继续去吃东西吧，帮叔叔照顾好潘哥。要吃什么东西啊？随便点。那叔叔您几位慢慢喝，我下去了。行，去吧，乖孩子。完了呀！哎呀，老潘，你咋了？不行，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我要下去看看情况。老潘你别急啊。对嘛，也不一定怎么回事呢。你好歹等会儿再下去。是啊，你现在直接下去，万一把孩子给吓着怎么办呀？回来了。我爸找你有啥事儿？没啥事，就是交代我该吃吃该喝喝，照顾好他的宝贝闺女呗。哼，潘潘有我照顾就够了，不需要你。
而且你这个狗男人，怎么突然和潘潘约到一块儿了？能因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蹭饭呢。倒是你怎么找这儿来了？哼，我刚好想吃螃蟹了呗。怎么着？只有你们知道这家店的螃蟹好吃啊？哈？嗨，这桌再加2只螃蟹。鬼扯，明明就是站岗来的。话说潘哥这也太倒霉了，原本想拖我下水，却没想到突发意外。先是老潘来了这儿撞见我，又是被席路亭当场找上门。你适可而止啊，我可不请你，你自己买单。这下好了，他把自己带沟里去了，倒霉，实在是太倒霉了。切，自己买单就自己买单呗，姐生活费刚发下来。不过你这狗男人，东蹭一顿西蹭一顿的，你是要蹭遍全校的美女吗？怎么样，潘哥的软饭是不是格外的香？韩烈人挺好的，是我主动要回请他吃饭。我和他聊得来，乐意和他分享美食。来了，潘小姐这话说的多引战呢。哎，你俩爱咋玩咋玩，别总拿我开涮行不？我祝你们友谊长存，行不？呀，我感觉我现在就像个电灯泡，锃光瓦亮的那种。啊，这还差不多，那就借你吉言了。知道自己是电灯泡就好。吃完快走，我要和潘潘去玩了。我去，你还真敢接话呀！老潘还在那看着呢。哎呦我去，老潘不会有高血压吧？行了，你们赶紧吃东西吧。哎，真是的，吃个饭还腻歪在一起。什么意思？不但拿我和席路亭的事往我身上插刀，还敢对我挤眉弄眼，耍我玩是吧？我不刺回去，我以后就不叫潘哥了。这是怎么个意思呢？你难道不是盼着我俩感情融洽，你好一箭双雕吗？楠这是在调戏小韩？不对，这一箭双雕又是什么意思呀？年轻人玩得这么花，我家楠果然被带坏了。唉，什么嘛，潘潘你别胡说。虽然我对潘哥只是闹着玩，但我是真的有点喜欢韩烈啊。哼，什么一箭双雕，想都不要想。哎呀，不还有那小伙子在吗？先别管什么一箭双雕的事情了，只要他能和楠在一起，啥事儿都可以商量。赶紧把我放开，挡着我吃螃蟹了。楠啊，爸，你们吃的咋样了？你怎么下来了？我听说你认识的新朋友也来了，就下来看看你们。哎呦，你就是婷婷吧？潘叔叔你好。啊，婷婷的父母是哪里的呀？父母身体怎么样啊？又开始了，长辈专属的一顿问好套路。行了，叔叔不打扰你们了。小韩啊，我们家潘哥性子闷，能玩得来的朋友也没几个。你呢和婷婷都是乖孩子，我很喜欢。以后周末放假了，尽管来家里玩，叔叔啊特别欢迎你们。好的，叔叔。这一幕怎么似曾相识啊？不对劲，我爹对男孩子的态度一向严厉，怎么唯独对韩烈青睐有加？前后只见了2次面而已，难不成这男人身上有啥魔力吗？他在笑什么啊？小潘潘，你爸爸感觉很和善呢，完全没架子。哼，不就是被爸爸看中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弄清楚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你们今天没出去玩吗？怎么看起来这么丧啊？啊，你去说。还是你去说吧。说，到底出啥事儿了？烈哥，我俩今天是专门在宿舍等你的。就那什么，我们班的单子豪今天突然跟我俩打听你了。打听我？为什么？不清楚，他没说原因。单子豪啊，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想起来了，国教院1拳2硬3富4贵榜单排行3富的那位公子哥，同时也是潘哥的头号追求者。
他突然打听我，估计是因为潘哥的事吧。我知道了，谢谢你们的提醒。没事没事，烈哥客气啊。烈哥啊，虽然他没明说，但我感觉和潘哥有关。肯定啊，难不成能和黄威那小子有关呢？再说了，他最多也就在我背后使使坏，随他去吧，影响不到我。啊，重点是使坏吗？重点是别整出人命啊！哥呀，单子豪好像还认识不少社会上的人，我之前还见过他们凑一块打牌呢。我倒是不担心烈哥会被整，但我担心单子豪那小子，万一他把烈哥惹毛了，烈哥一锤子直接把他给送走。单子豪和他那群小弟，这得装多少胎呀？这孩子又在脑补啥呢？哎，行了，和烈哥说一声就完事儿了。那烈哥，我们出去浪了哈。去吧。哦，其实以后你俩可以经常回来睡，哥的锤子从来不会抡向朋友。知道了，烈哥。反正烈哥你记得小心点儿，真出了事儿可别冲动啊。哎，你赶紧闭嘴吧，快走！看给孩子吓的。唉，虽然单子豪不好惹，但也不至于就这么打起来吧。那当然，霸总女神可是以最高价签约的，只是没想到给小黄瓜发工资也会转换成我的消费经验。啊，等以后我开家公司，是不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花出去的全部折成经验回来，呵呵，爽，实在是太爽了。哈，小黄瓜反应过来要赚钱了呀！上次那些话看来没白说嘛。2013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月工资好像才不到3000块，小黄瓜这次拿到的稿费已经能追平魔都的收入中位数了。当然，几千块也只是听起来多。哼，唉，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大家都一样啊。对哦，我努力写文1年，都凑不够潘哥1个月的生活费。哼哼，比美貌吗？我去，班长这身也太好看了吧！韩烈，老吴的课你不是不来了吗？哦，我觉得偶尔听老吴扯淡也挺有意思。哦，这样啊，是挺有意思的。对了，早上好。班长，你今天好像心情很好啊？是昨晚有什么好事吗？不错啊，冷艳路线，很符合你的人设嘛。哼，用你管，反正不是给你看的。我还特地化了个淡妆呢，这狗男人就这反应。明明是你状态奇怪，我才好奇一下的好吧？同学们早上好啊，都到齐了吗？老师有重要的事要通知。想必同学们也听说了，现在有一场炒股大赛，正在向全社会开放报名资格。这场比赛一共分为3轮，大家仔细听我讲赛制啊，做好笔记。简单概括一下，参赛者可以从模拟盘开始晋级，只要晋级到小实盘比赛，就能拥有30万的真实资金操作权。如果能晋级总决赛，那么就会有100万的真实资金操作权。100万！天哪，这100万可是真钱！哼哼，值得激动的可不止这个，最重要的是，在总决赛的2周时间内，用这100万赚到的所有利润，都属于参赛者的合法收入。如果能进前10，不但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还能参加赛后的颁奖典礼。颁奖典礼将在帝都举行。
年度高手和行业专家齐聚一堂，你们不但得利，而且扬名。你们想想，2周时间，100万，不求防备，盈利50%，是多少钱？天哪，这比赛原来这么厉害！就算不能晋级总决赛，但当你们真正参与了搏杀，至少也会吸取经验，大有收获。同学们，老师说的对不对？对。好了，想报名的同学来老师这里登记。还有，我们下半学期的授课内容就是点评大家的操作，表现优秀的同学，期末考统统免考。班长要报名？那不然呢？这么好的机会，这可是赚钱的大好机会呀！10盘决赛，本姑娘势在必得。你这什么眼神？怀疑我的实力？我可没有。班长加油！小黄瓜可是大牛市站岗的选手，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去期待熊市里的比赛？烈哥，走走走，一块报名去。我没记错的话，上辈子小黄瓜这丫头在这场比赛中的成绩被奉为金融班模拟盘第1惨案。她在2个月的时间里腰斩再腰斩，以负77%的成绩勇夺班级倒数第1，成为金融班的传奇。别人亏了几笔大的都知道要暂时躺平，她倒好，屡战屡败，越挫越勇。一通操作下来，终于凭本事证明了自己是一颗最为粗壮的好韭菜。这次比赛我一定要大显身手，给你们看看我的实力。是啊，要是能拿到个好名次，以后在学校里岂不是能横着走？烈哥，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建立交易模型啊？证明烈哥实力的机会终于来了，烈哥加油啊！就知道拍马屁，烈哥哪需要用一场比赛证明自己？凭啥都围着韩烈转？才刚报上名，还没开始比赛呢，他就在这装上了。怎么感觉有人在诅咒我？话说，当年段小艺和方菲菲的关系突飞猛进，好像就是因为这场炒股大赛。虽然这孩子性格差了点，但确实有些实力在身上。段小艺、郑磊、霞红娟，虽然谁都没能晋级小10盘，但收益率却十分可观，超过了20%，排在了班级前3。他之所以能获得美人青睐，估计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不过，这辈子可不一样了，这可是我难得的机会。哼，狗男人！等你把牛皮吹破了，我看你怎么办！好家伙，不愧是你，一如既往的忙啊！一会儿不看着就又被缠上，这家伙怎么就这么受欢迎？既然班长都这么说了，要不咱们来打个赌？赌什么？你不会又想给我挖坑吧？什么叫又想给你挖坑？我啥时候给你挖坑了？既然和比赛有关，那当然是要赌咱俩谁的收益率高。谁要和你比收益率？我又不傻。吴老师都说你是个高手，我就是个萌新。你和我赌收益率，你还要不要脸？对呀，韩烈，你这么厉害，怎么说也得让班长10个点吧？10个点对于韩烈来说算啥呀？起码得让20个点。要是班长输了，那韩烈还不得嘚瑟上天了？以烈哥那水平，让多让少估计都悬。要我说啊，最好还是别和他赌这个。就让20%，敢让我就敢和你赌。